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翘课锻炼身体，即使是面对老师的挂科警告和女友柳如烟的分手，我也无动于衷。只因重活一世的我知道，只要再过1个月，全球就会长出各种恶魔果实，届时只要得到恶魔果实者，就能得到超凡力量。而前世我即使获得了超凡能力，却还是因为果实能力低能和身体素质太差，惨死在丧尸潮之中。如今自己重生，当然要利用先知优势，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据自己所知，前世就有一颗恶魔果实，在学校附近一家名为你太美的水果店中出现，但是自己并不清楚这颗恶魔果实具体出现的时间，因此重生后，我每日都要来这家水果店买一些水果，顺便看看那一颗恶魔果实是否已经出现。走进店中，我照例挨个逛一圈，每一个水果都不放过。当我走到桃子区域时，忽然2根紫色的短枝条引起了我的注意，扒开埋在上面的一大群桃子，这紫色短枝条的本体赫然暴露在眼前。没错，和自己记忆中那一颗果实一模一样，这是海贼世界中4皇凯多的恶魔果实，是后世报道出来的，知道明确果实位置的最强一颗。太好了，我心中大喜，结账带着1兜水果，刚刚走出店门，迎面就来了一个身材颇为壮硕的中年男子。很快，一个前世记忆中的面容就与眼前男人融合，赫然就是前世青龙果实的使用者。我暗道万幸，若自己再晚来一步，青龙果实就被这个人买走。回到宿舍，我不再犹豫，拿起果实一口咬下，仿佛泔水桶混入了化粪池，用便馊的抹布在里面涮几下后塞入口中，恶心的我险些吐出来，但我还是强忍住恶心将果肉咽下，又一发狠心，索性将剩余果皮、果核、叶子、短短的紫色枝条全部吞下。良久，我深呼一口气，奇迹的种子已经种下，就等待着奇迹的发生。随后我拿出手机，开始浏览短视频和贴吧，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贴吧里浏览了一圈，并将一个 ID 输入搜索框，点开第一个视频。兄弟们，看到这个响雷果实了吗？我在评论区拍卖，价高者得。我看到后心动不已，虽然我已经吃下青龙果实，不能吃第2颗，但是末世来临，所有人都知道恶魔果实的价值后，一颗果实万金难求，这是最重要的交换资源。就算不用来交换，我也可以给自己父母、给妹妹吃，或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吃第2颗恶魔果实，只不过那需要实力、气运和机缘。没有在评论区留言，我直接对这个名叫高贵毛总的黄毛私信：兄弟，这个果子做的不错，跟真的一样，我要了。想必你也知道，评论区那些人都是起哄，要什么价你直接开，合理的话我立刻买。兄弟，这可是真的恶魔果实，我要个100万不过分吧？真的你怎么不吃？如果您诚心想卖，就给个正常价格，不然我就把你拉黑了。那10万，一口价1000，你这个品相的手办，这个价格已经到顶了。还以为能多坑点钱呢，但1000也还行，足够潇洒一阵子。行，你给钱，我给你寄过去。你也不是商家，如果我给了钱，你不给货咋办？给个地址，我去找你当面交易。黄毛也不在乎，当面就当面，他还能抢我是咋地？地址到手后，我一路疾驰，2个半小时便来到了黄毛所说县城车站。你是买恶魔果实那人？给个付款码吧，我看一眼果实真假，就扫码付账。先交钱，再交货。咋地？还怕我赖账？这里可是你的地盘。黄毛一想也对，自己在这一片混混界中也算小有名气，这个人敢不给钱，他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群好兄弟。我接过他手中袋子，将里面的果实掏出来，心跳不自觉地加快。这颗绝对是真的恶魔果实，我立刻扫码1000给黄毛，带上果实继续返回自己的学校。若非这小县城不通火车，我直接就在这里上车回家了。返回的路上，我打开手机刷短视频，忽然一条视频引起了我的注意。近日有许多病人忽然昏迷，并且也有不少人身上出现奇怪的斑点。专家说，这极有可能是一种新型流感，呼吁大家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工作。看到这条新闻，我心中咯噔一下。昏迷，许多人身上出现斑点，这都是末世爆发的前兆。回到寝室，我抓起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就要出门。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叫，不少人昏倒在地，并且身体开始出现斑点。与此同时，一股莫名恐怖的压力降临。所有人都感到心中一沉，而后这些昏迷的人全部发生惊人异变。这些人眼珠暴突，指甲变得如同野兽般尖锐而细长，他们如同丧尸般从一间间宿舍冲出，无数学生哭爹喊娘地朝外面跑去。而我也在这一刻感到一股来自于血脉深处的力量觉醒，那股力量狂暴而强大，是之前吃下的恶魔果实的力量。青龙之力于身体中浮现，我仰头嘶吼，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皮肤上出现青色龙鳞，头顶出现龙角，双手双脚化作龙爪，我整个人开始龙化。这一幕异变，顿时将楼道里的同学们惊得不轻，以为我也和那些丧尸一样成为怪物。变成人兽形态后，我体质大增，力量、防御、速度、恢复能力等都有着极大的提高。恰此时，身后2头的丧尸怒吼着向我咬来，我伸出龙爪，轻易就将2人拍飞了出去。另一个寝室中又冲出一头丧尸，我直接张口喷出一道热息，灼热的火焰瞬间将眼前丧尸吞没。但这一口热息后，我顿觉体力下降许多。恶魔果实的能力依靠体力，哪怕以后有了霸气，其实消耗的也是体力。第一神次期间就是一个断体的阶段。我不是凯多那种鬼族，更没有凯多怪物般的体质，因此就算得到青龙果实，我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也远不及凯多。我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根棒球棍，这根棒球棍是我特别定制的加厚加重版，很适合爆头丧尸。我抡起棒球棍，上面缠绕着丝丝电流，
青龙果实能够操纵风、火、电三种自然元素，虽然其威力不如自然系，但用来加强攻击力也已经够。我在楼道中大杀四方，很快就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也正是因为有我一直击杀丧尸，也给了那些同学喘息之机。我缠绕着电流的棒球棍，当真如雷鸣八卦一般，丧尸在我面前基本是一棒子一个秒杀。但他并未沉浸在杀戮的快感中，而是一边战斗，一边快速向楼下冲去。现在当务之急有2件事，一件是想办法回家，这一事不能让父母和妹妹再受到欺负了；另一件事就是用最快速度杀够100个丧尸，因为只要单人杀掉100个丧尸，神赐空间就会开启，届时我就能从中兑换3色霸体的修行法，加速自己实力的提升。青龙可以飞，但以我现在的体力，绝对坚持不到飞回家。一路上，我抡起铁棒，如同一尊青龙战神所向披靡，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学生，想要跟在我身后离开楼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末日中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躲在宿舍里关上门，反倒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冲出楼道之后，我眼睛眯了起来，楼下的情况简直令人头皮发麻。这个学校曾经是一座乱葬岗，校园传闻这里阴煞之气浓郁，居民楼盖在这里导致许多人生病。后来还是一个风水大师建议盖一座学校，用青年人至刚至阳的血气消磨此地阴煞。现在那些已经变成枯骨的尸体，在丧尸病毒的感染下，尽数从地下钻出，袭击看到的每一个活人。谁来救救我？校园里大乱，每个人都在疯狂逃命，他们慌不择路，互相冲撞。但我不管他们，认准校门方向大踏步出去。沿途的丧尸也好，骷髅也好，全被我一棒子打爆。终于，在我杀到校门口时，身体忽然凝滞不动。不仅是我，所有人包括丧尸都停在了原地，就如同整个世界被按下时间暂停键一般。第一神赐，恶魔果实降临，神赐空间开启。而后，我只觉眼前一黑，在醒来时便已身处一个奇异的空间。这里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只有一大一小2个光屏。大光屏上有神赐商店4个大字，小光屏上则有个人面板4字。这些东西我在上一世中早已熟知，那是未知存在赐下的机缘，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相应物品，有功法、战绩、装备、药剂等。以你为第一个猎杀丧尸达到100积分者，将获得神赐奖励；又以你在末世降临的10分钟内达到100积分，神赐奖励立即提升。你可从以下3个奖励中任选其一。我愕然，这是我上一世未曾经历的内容。奖励1：完美果实，使你当前青龙果实达到完美状态，完全消除青龙果实副作用。副作用消除后，不仅可以无视海楼石和海水克制，还能再吃1颗恶魔果实而不会身体爆炸。奖励2：霸气天才，无需积分兑换，无需修行，直接觉醒3色霸气，且就算自己不主动修炼，3色霸气也将自动缓慢成长。若主动修炼，那么你的3色霸气修炼速度将提升1倍。奖励3：斩尸神器，你可获得一把自定义类型的武器，该武器为无上大快刀级别，并且该武器对丧尸造成的伤害翻倍。果实、霸气、武器3选1。1和3可以立刻提升战力，2可以缓慢提升战力，但上限会更高。以我上一世获得第2神赐的经验来看，至少到那个时候，霸气还没有过时。正在我犹豫之际，忽然想起凯老师的金玉良言：霸气才是根本。罗杰、香克斯、卡普都没有果实能力，不还是成为举世无敌的强者？甚至凯老师为了追求霸气的提升，都没有怎么好好开发果实。打王路飞的时候，连觉醒都没有。选2：霸气天台。我不再犹豫，能力再精不在多，青龙果实有多强，取决于自己体质有多强。能将1颗果实开发到极限就已经不易。下一刻，福至心灵，我直接觉醒3色霸气，一道黑色而薄弱的霸气覆盖在拳头上，这是武装色。紧接着，我又用10积分兑换了5块水水肉，这是能迅速补充体力的食物，能让我在战斗中坚持更久。而个人面板提供的不仅是个人属性，还是通讯工具。当末日中人类的文明建设被破坏，所有人都是靠着个人面板的通讯功能来保持联系，并且这里面还很人性化的给分了许多频道。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互相聊了起来。空间凝滞马上结束，以后可以随意念进入神赐空间。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再次醒来时，意识又回到了身体之中，周围是无穷无尽的丧尸，以及慌乱不知所措的同学老师。我将1块水水肉塞进口中，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继续向校门外冲锋。忽然心有所感，我立刻腾挪身位，就在我刚刚站立的位置，就有一只骷髅手臂伸出，是见闻色霸气，缠绕着电流的棒球棍3下5除2，将冲来的几头丧尸灭杀。而后我变回人形，直接钻进车里，开足马力向城外冲去。路上
逃难的车辆不绝，他们以为丧尸在城市中爆发，就想逃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苟延残喘。可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寸净土。车子里此时还在播放着广播，是国家紧急通知，所有人不要慌乱，待在家里关好门窗。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我们的生物实验室也在研制解毒药剂，请大家维持秩序，不要乱。第一波丧尸病毒在空气中传播，体质弱者会被感染，因此医院和养老院是感染多发区。当末日降临后，丧尸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依靠撕咬、血液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好体质的部队军人被感染的几率极低，所以在末日来临时，军队还能发挥出一定的功效。可是我知道这并不能持久，军队若想快速肃清丧尸，就要使用枪械等热武器，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得到积分，没有积分就不能变强。当丧尸不断变强，并最终无惧常规热武器时，军队就越发乏力，社会秩序的崩溃也会越快。所以现在唯一的生机是全民皆兵，与丧尸搏斗。这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生存竞赛。车子急速行驶，哪怕前方有丧尸拦路，我也选择蛮横地冲撞过去。忽然手机铃声响起，电话一接通，就传来妹妹焦急而惊恐的声音：“哥，你在哪儿？外面好多丧尸，太可怕了。”我没事，你怎么样？爸妈还好吗？妈听你的，提前请假并把我接回家了。爸还在医院，他说将办公室锁了，暂时没事。哥，你可真神，要不是你硬让妈请假，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死外面了。熬夜这1个月一直都很疑惑，哥哥每天都买大量生活物资往家里送，他们问也不说，也不知道他这么多钱到底是哪儿来的。我自己当然没钱，1个月时间也不够挣钱，但既然末日即将来临，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把所有平台都借了一遍，若非没法向父母解释，我恐怕连房子都要抵押出去。但是有神赐空间的存在，其实也没必要储存太多物资，这些只是为了应急之用。正聊着呢，前面一辆豪车为了躲避忽然扑来的丧尸而侧翻，直接引发了一场连环车祸，不少车辆纷纷撞上，并车毁人亡。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幕，此刻要停车已经来不及，我伸手抓住背包和棒球棍，直接化作青龙举人，撞破车顶向天上飞去。燕云托举着身体，青龙扶摇直上，神奇的一幕惊呆了路上所有人，这让本就激烈的车祸变得更加庞大。没工夫理会下方嘈杂的车祸现场，我钻进云层，朝着自己方向直线飞去，偶尔从背包中掏出一块水肉补充体力。我现在并不能飞太久。终于在所有水肉全部耗尽时，我也从空中降落，并重新变回人形态。大致扫了眼周围，并没有看到丧尸，我赶紧进入神赐空间，再次兑换5块水肉，并全部塞入背包之中。现在的背包里只有这5块水肉以及1颗响雷果实。吃下1块水肉，我没有再次腾飞。水肉虽然可以补充体力，但若是持续依靠其恢复，那么体力的消耗就会越来越快，且精神的疲惫无法被补充。打开地图看了看，我现在需要找到一条公路，并劫1辆车。找准方向后，方才再次变成青龙。这一次，我仅仅飞了10分钟，便看到下方一条高速公路，上面有无数汽车在快速行驶，而我要找一辆坚固的越野车。下方车流中，许多人都看到了天空中飞翔的青龙，立刻就有人将这一幕用手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神赐空间的通讯频道之中。家人们，我看到了一条龙，好大的青龙，得有近100米长吧？青龙应该是凯多的青龙果实吧？不知道是谁运气这么好，能获得这种强大的幻兽种。我曾经获得1颗响雷果实，但是我以为那是假的，就给卖掉了。1颗真的恶魔果实，还是稀有自然系中的响雷果实，它竟然只卖1000。小黄毛现在想抽死自己。从冀州到豫州的高速公路上空，化作青龙的我，终于发现一辆看起来极其坚固的越野车，正准备落下搭个顺风车时，忽然眼角余光瞥到公路旁的一棵大树上，有一抹暗淡的光芒闪烁，心中有一丝悸动。我向那一棵大树落去，当临近时，一双龙眼猛然瞪大，偏住我也。只见那棵不会结果的杨树顶端，茂密的枝叶中竟悬挂着一颗果子。这颗果子形如玉米，通体金黄，并附带白色卷曲纹路，竟是自己没见过的果实。不过这也正常，末世中的恶魔果实远比漫画中要多。漫画里不过数十，但是根据自己潜意识中被统计出来的果实，足足有数万之多。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动物系，幻兽种也没有那么少。毕竟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神话数不胜数，其中的每一个神兽、魔兽等都会成为一颗新的幻兽种。但是哪怕幻兽种烂大街，也依旧无愧最强称号。我伸出龙爪，将这颗果子摘下，放入身后大背包。等自己积分达到1000之后，就可以在神赐空间中开启一项新的权限——恶魔果实鉴定。这样就可以避免吃下一些不合心意的果实。当然，鉴定费很贵，每一次鉴定都需要花费足足1000几分。正当我准备再次追上那辆越野车时，前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发生侧翻，3头丧尸从车子中爬出，开始阻挡攻击周围车辆。但是这个时候哪辆车子敢停？全都一踩油门从丧尸身上冲了过去，并左右摇摆，试图将丧尸甩下来。这种行为直接引发了连环车祸。我瞥了眼那边，没有理会，而是降落到侧翻的大货车旁，化作人兽形态，拖住其侧翻的一面，硬生生将其翻了过来。青龙果实提供的力量极其恐怖，
随后我钻入车中，直接向前开去。当来到连环车祸现场时，再次化作神龙，将挡住自己去路的汽车残骸尽数挪开。身后的那些车辆从我清理出来的路面中通行，竟然不自觉地紧跟在我身后。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无所谓，这些人想跟就跟嘛，只要不影响到我的行动就好。车祸频繁发生，我也时不时下车解决丧尸并清理路面。只要你肯保护我，我可以给你用不完的钱。一身富态、大腹便便的中年油腻男人向我露出了讨好的笑容。再向前一步，死！中年男人惊恐的竟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仿佛面前这位龙化的青年是这天地间的至尊。淡淡的霸王色将一群准备前来搭话的人吓得呆滞在原地。可是生死危机下，还是有人想要为自己搏一把。一名姿容姣好的御姐型美女大着胆子走上前来，哪怕是末世中，她依旧打扮得如此靓丽。小哥，能带上我吗？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给予她的依旧是一句冷冰冰的滚。正当我刚刚解除能力要上车时，身后又走来了一名壮硕的男人。这位先生，我愿为您效忠。他见我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赶紧用最快速度推销自己。先生，我也看过不少末世文，您虽强大，难道不要人手建造基地吗？我孟奎别的本事没有，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我是一名搏击教练，肯定能帮上您的忙。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摸着下巴思考了一阵。这个人说的不错，文明秩序即将彻底覆灭，要在末世生存，我需要建造属于自己的安全基地，用来和丧尸对抗。这些丧尸的成长速度极快，仅靠自己也很难无时无刻的保护家人。上车吧。见我同意，孟奎欣喜不已，自己的包裹、行李、车子什么的都不要了，生怕晚一步我就弃他而去。他也不敢上副驾驶，而是利用自己的身体素质爬上后面的车厢。孟奎的成功让其他人看到了希望。这位大佬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然而油腻中年男人刚开口就被我打断了。我就算要招人，也不可能直接在这里招太多，前期有一个孟奎也够用了，而且这个人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需要慢慢考验。请给我一个机会，我的能力和我的命都将用于实现您的目标。这女人看着是个狠人，也许能够成就一番大事。我深深地看了女人一眼，上车。女人大喜，没有我的同意，她也不敢进副驾驶，而是不顾形象的努力爬上后车厢。我注视着这一幕，暗暗点头。这女人未必只是个花瓶，而后方其他人也想如这两人一样。可是我霸王色再次一震，众人皆惊倒在地。有资深海迷认出了这种王者之气。我的天，大佬已经觉醒了霸王色。回到车上，我发动车子继续前进，足足行进了2个半小时，我才找到了路边服务区。只不过这里已经被丧尸所占据，路过的行人本想进入这里补充燃油和食物，但是看到盘踞在这里的大批丧尸，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但我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大货车刚刚停在这里，一群丧尸就围了过来。驾驶室他们进不去，就试图爬上车厢攻击孟奎和那美女。两人恐惧地缩在车厢中，不敢露头。我开门直接进入人兽形态，手中棒球棍随手便将爬车的几头丧尸砸死。而后方一直跟着自己的车队也来到了这片服务区。他们本想等我清理掉丧尸后补充一些物资，然而他们的出现瞬间吸引大批丧尸朝着他们扑了过去。无奈之下，这些车队只好离开，而我一棒一个，很快杀掉了所有丧尸，只留了一只丧尸给孟奎练手。孟奎不愧是搏击教练，力量、速度、战斗的反应等都很不错。当我加完油后，他也成功将这头丧尸击杀。补充完物资之后，我才询问起旗袍美女的名字。虽然这女人看起来细胳膊细腿的没什么用，但自从上了自己的车后，一直表现得不错。丧尸爬车她也没有大喊大叫，这让她在我心中的评分又高了一些。我叫柳夕瑶。女人见我终于问她的名字，连忙回答：坐副驾驶吧，不用爬车厢了。我的话语让柳夕瑶惊喜，这说明这位年轻人认可了自己。是，主人。他的称呼再次令我感到惊愕，他甚至不问自己的名字，而是直接尊称为主人，放得下面子和身段，这样的人才能在末世中更好地活下去。很快我们就出发了，路上我再次接到妹妹熬月的电话。哥，你在哪儿？爸被困在医院办公室里，我听说医院里的丧尸是最多的，爸也没有食物和水，我好怕他出事。熬月的声音带有哭腔，旁边还有母亲的声音。小新，你们学校怎么样了？你保护好自己，爸妈会想办法救你的。妈，你们别担心，我获得了凯老师的青龙果实哟，比自然系还强大。哥，视频里的青龙是你吗？好帅呀！说起恶魔果实，熬月立刻不怕了。我们兄妹俩在电话里足足聊了1个钟头。挂断电话后，我又给父亲打了过去，告诉他自己现在是能力者，很快就能回去救他，让他躲好，不要冒险冲出去。此时坐在办公室中，焦躁而无可奈何的敖康这才放下心来，嘱咐了句小心后，就静静等待儿子的救援。当我开着大货车进入汴城时，已是深夜。此刻的街道上满是漫无目的游荡的丧尸，寂静的夜，大货车轰隆隆的声音是那么刺耳，还在惊恐中久久不能入睡的人们纷纷打开窗户查看外面的情况。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前往中心医院，这里聚集着数百头丧尸。我下车后直接进入人兽形态，电流缠绕上棒球棍，在丧尸群中肆意杀戮着。走入医院，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个活人。你们俩先在这里等我，我把我爸接出来，咱们再走。在我离开后，孟奎两人立刻躲进一旁的房间，并用大量桌椅将门堵住，等待着我归来。我一边击杀丧尸，一边拿起手机与父亲通话。爸，我已经到你们医院了，你在哪间办公室？另一边，敖康又饿又渴，
还被外面不停撞门的丧尸折磨着精神。此刻深夜，他昏昏沉沉中半睡半醒，忽然被手机惊醒，一看是儿子的电话，立马就来了精神。小心，医院里有很多丧尸。他没有说自己的位置，反而先让我注意安全，直到我给他打了个视频通话，看到我龙人模样大杀四方的英姿，敖康方才放下心来，为我指明方向。我很快就来到角落一间办公室门前，这里聚集着12头丧尸，在不停地撞击屋门，屋门也出现了不少破洞。若非敖康用大量桌椅堵住大门，丧尸早已经冲了进来将它撕碎。我抡起铁棒将这些丧尸尽数爆头，随后一脚暴力踹开了房门。屋子中的父亲虽然状态不佳，但身体完好，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敖康一边大口吃着我给的水和肉，一边打量面前威武的龙人。这就是你和小月说的恶魔果实能力吗？被困在办公室的敖康也趁这个时间看了不少神次空间的通讯频道中的视频和评论，大致知道了一些有关海贼王的事情。嘿嘿，我傻笑一声，随手一棒子敲死又一头闯进来的丧尸。怎么样，你儿子帅吧？臭小子，帅呆了！敖康在逃跑的短短时间内就目睹了无数被丧尸所杀的人，如今自己一家竟能安好，这已经是末世中最大的好消息了。带着父亲离开医院的路上，我还能看到有些房子破烂的门洞中有人向外观察。当看到敖康跟着一个龙人离开，那龙人又生猛的一劈时，顿时有人叫道：“老，救救我！”敖康看到同事呼救，脸上露出一抹不忍。小心，也救救他们吧，都是同事，怪可怜的。救出来又如何？难道我还要再把他们挨个送回家？就算回家了，难道就能活下去？不理会这群人的呼喊，我拉着父亲快速离开。经过孟奎和柳西瑶的房间时，我清理掉撞门的丧尸后，一棒子敲碎了房门，将2人带出。大人，主人。看到我返回，2人立刻恭敬出声。敖康却是惊了，他不可思议地望向我，一名肌肉壮汉，一名绝美女人，这样的人为何会如此尊敬自己的儿子？而且他听得清清楚楚，那个美女喊自己儿子为主人。哦，卖高的，儿子背着自己这么会玩吗？饶是以我两世为人的脸皮，此时竟也有些发烫，但还是故作镇定。路上收的2个小弟，但敖康的眼神分明是不信，一副你肯定没说实话的表情。我无语了，也不打算继续解释。带他们回到大货车处，让父亲坐上副驾驶后，又将柳西瑶赶回了后车厢。回到家后，妹妹敖晨一脸惊愕地看着柳西瑶，好美的女人，而且这女人刚才喊自己哥哥什么？主人？哦，老哥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呀？他竟然还敢将这女人带回家？还有那个肌肉壮汉，就算他说自己是特种兵，我也会信的好吧？竟然叫老哥为老大。此刻柳西瑶如同一名称职的女仆般，将双手重叠放在小腹处，安静地站在我身后。孟奎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性格虽外向，但这是自己所效忠的老大的家人，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与之相处。最终还是我的母亲张红主动说道：“都饿了吧，来吃饭吧。”她在得知儿子即将回来后也不睡了，连夜做饭，就为了让儿子和丈夫能吃一口热菜。只是没想到儿子又多带了2个人回来，如此一来，饭就有些不够了。但好在我提前准备了不少罐头，打开一些，凑了一大桌。见孟奎2人拘谨地站在一旁，我连忙叫他们过来一起吃。孟奎正要上前，柳西瑶却是说道：“给点罐头就行，我不能和主人同桌吃饭。”此话一出，在场的人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敖月怀疑的眼神在2人脸上扫来扫去。我知道了，这个叫做调情。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一个脑瓜崩弹在脑门上，痛得他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抓起我的胳膊就咬了起来。晚饭过后，我从背包中取出恶魔果实，我这里还有2颗恶魔果实，一颗是响雷果实，另一颗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们吃了吧？孟奎和柳西瑶皆是震惊，没想到我竟然还有2颗，眼神中透出深深的渴望。敖月十分好奇地拿起2颗果子把玩，随后递给父母看着神奇的果子。然而敖康看完之后却还给了我，给小月吃1颗吧，我们年纪大了，就算吃下也是浪费。是啊，有你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满足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留着肯定有更大的作用。我已经有青龙果实了，以后提升实力肯定很快。你们吃下果实也能快速击杀丧尸，然后兑换霸气修行法，这些才是末世中生存的资本。然而说了半天，爸妈2人还是拒绝。不了，以后你如果有更多，再给我们也行。现在我们吃这东西太浪费了。我满脸无奈，转身看向敖月，你选一个吧。敖月早就眼巴巴地看了半天，见终于轮到自己，立刻兴奋了起来。他举着2颗果实，左看看右看看。响雷果实的名声很大，若是吃这颗，自然是最稳妥的。另一颗连名字都不知道，若只是普通种动物系，就亏大了。但是想了半天，他还是把响雷果实还给我。我吃这个吧。你居然不吃响雷？自然系元素化的能力在前期可是无敌的，而且谁知道那个会是什么能力？神赐空间中一罐化魔药剂，能够消除恶魔果实副作用，并让人再吃1颗果实。哥，你现在这么强，肯定能得到化魔药剂。这颗响雷果实很适合你，我吃这颗就好。也行吧，我先鉴定一下，如果能力不错的话，你再吃。鉴定果实鉴定是积分达到1000后才能开启的权限。敖月现在积分为0，当然不知道。我从学校杀回家，又在中心医院门口大杀特杀，杀掉的丧尸已经超过1000，正好能开启1次鉴定。但敖月在听说要1000积分鉴定后，立刻就反对了起来。不行不行，1000积分太贵了。说完他也不等我反驳，直接抓起这颗若黄金玉米般的果实，一口塞进口中，
咕噜一声就吞了下去。我一看顿时大惊，没想到敖月会直接吃下去。若这颗果子很弱，后悔都没地方去。但是敖月已经吞下一块果肉，木已成舟。我也只能祈祷这颗果子能力够强。在场的众人全都紧紧盯着吞下果子的敖月，时刻关注着他的变化。敖月自己也很紧张地感受体内那股神奇的能量。很快，这股能量覆盖全身，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变，而后整个身体迅速缩小，变成一只巴掌大、白毛金纹小老鼠，是动物系。众人立刻明白这颗果实的类别，但是这只小老鼠看起来很不凡，极有可能并非普通种。哥，你们好大！是什么类别？普通种、古代种还是幻兽种？是幻兽种哟。听到幻兽种3字，我顿时大喜，看来妹妹没有赌亏。幻兽种都有特殊的能力，你的能力是什么？你看。说着，敖月身体向下一钻，竟然直接遁入楼层之间的夹层，并且地面没有任何凸起或破坏，就仿佛小老鼠直接与地面融为一体一般。很快，小老鼠从我身后钻了出来，并化作人兽形态。本小姐郑重向大家介绍我的恶魔果实能力。本小姐的果实名为动物系属果实，幻兽种，多宝鼠形态，共有3个能力。其一，为穿越一切土石类障碍，比如遁地、穿墙等，对我而言就像经过一层水幕一般。第二，我拥有一处独立的藏宝空间，可以储存没有生命的物品。说着，敖月将墙角一个拖把拿起来，向自己胸口中塞去。众人瞪大了双眼，看那又长又粗的东西进入他胸口之中，完全消失不见。竟然是随身空间！母亲张红更是将头探到女儿怀里，还伸手进去摸了摸，不见了。而后敖月又伸手进胸口之中，将又长又粗的拖把掏了出来。你这个空间有多大？我最关注这个关键问题。据我所知，第一神赐期间并没有任何储物装备，至于以后是否会有，我并不清楚。但敖月的这个能力，若是空间足够大的话，可以携带很多东西而不怕丢失。现在只有实力方面，但随着果实的开发，这个空间会慢慢变大。还没完呢，我还有一个能力。我更惊讶了，遁地穿墙加上随身空间已经堪称神技，他竟然还有其他能力。第3个能力是寻宝，我可以感应到宝物的气息，并根据气息锁定其方位。现在我的感应范围能够笼罩半个变城。卧槽！闻言我差点爆出粗口。遁地、空间加寻宝，我突然感觉自己的青龙都不那么香了。但是想想青龙的能力也很多，首先是同时拥有操控风火雷3种自然元素的能力，其次抓着燕云拥有飞行的能力，最后是远比其他动物系更强的力量、防御、速度、恢复能力的加成。两相比较，青龙更擅长战斗，而多宝鼠则侧重于战斗之外的辅助能力。敖月声音突然有些沮丧，但也有缺点。和其他动物系不同，我进入兽形态后，力量和防御几乎为0，完全没有战斗力；而进入人兽形态后，我也几乎没有得到力量和防御的加成，与我普通人时一模一样。但我的速度很快，我估计在速度上的加成至少是其他动物系幻兽种的2倍。说到最后，敖月还是很自豪的，这的确不是一颗擅长战斗的恶魔果实，但其作用甚至比青龙还大。寻宝在这个时期什么才算宝？几乎不用想，就只有恶魔果实这一个答案。当然也并非完全如此，今后会有秘境开启，敖月的这个能力也能让我们在秘境中获得更多好处。对了，这颗响雷果实放你藏宝空间里，只有这里才安全。看完了敖月果实能力后，我把响雷果实交给了他，并将自己的积分给他们每个人转了30，让他们兑换3色霸气的修行方法。就算没有果实，只要霸气练到极致，同样能成为强者。甚至就算有果实，若霸气不行，也会被末世逐渐淘汰。随后，我又从神赐空间中为他们每人兑换1柄普通军刀，接着便带着大家从家中走出。楼下依旧是数之不尽、不停游荡的丧尸。我化作龙人，一棒子打倒一头丧尸，使其失去行动能力。爸，你用这柄刀把它解决了。敖康有些犹豫，虽然对方是丧尸，但生前曾为人类，他有些下不去手。哥，让我来，我给爸做个示范。说完，他拔出手中长刀，一刀便将这头丧尸斩杀。一股刺鼻的气味散开，敖康皱了皱眉头，但他作为医生，倒也不觉得害怕。我再次如法炮制，制服一头丧尸。这次柳细瑶主动将解决掉。经过2个少女的示范，敖康终于能亲自动手。然后是母亲张红，也解决掉一头丧尸。至于孟奎，他是能够独自解决一头丧尸的存在。身为搏击教练，他的战斗能力也比自己家人强很多。如今他们已经拥有霸气修行法，而武装色的修行靠的便是极致的锻体和无限的战斗。在战斗中熬练体魄是变强的根本。爸，你们先在家附近锻炼，我去远处清理丧尸。与丧尸战斗，除了修炼体魄外，就是获取积分。这是末世中的货币，不仅可以从神赐空间中兑换物品，还可以用来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原先的金钱系统已经崩溃。哥，我跟你一起去。敖月见我要离开，赶紧抱住我的胳膊央求。闻言，我眉头一皱，不行，家附近的丧尸我会清理掉一批，你们累了也能回家休息，跟我去远处太危险了，而且你的果实战斗能力也不强。我感觉西南方向有宝物，我可以带你去寻宝。宝物？敖月的话令我一惊，现在的宝物除了恶魔果实还能有什么？行吧，你跟紧我，别自己乱跑。接着我对孟奎吩咐了一句，便带着敖月向西南方向而去。两人皆为人兽形态，多宝鼠的速度让我大吃一惊。凭借速度和神乎其神的遁地能力，那些丧尸根本摸不到敖月的衣角。虽然敖月自己攻击力不咋地，但也能用游斗的方式将丧尸收拾掉。当我又一棒子敲死一头丧尸时，敖月也成功将一头丧尸斩首，但是频繁使用能力将他累得气喘吁吁，可依旧开心地向我宣
炫耀。老哥，我又解决掉一头丧尸。看着少女一脸快夸我的表情，我笑了笑。我家小月真强。听到我的夸赞，少女一双美眸弯成了一对月牙，一对小酒窝在脸颊浮现。但是战斗中哪里能如此得意忘形？一头丧尸从后方扑来，想要袭击敖月。他一惊，连忙想要遁地逃开，但是体力的大量消耗让他无法遁地。丧尸越来越近，千钧一发之际，我一棒子将这头丧尸击飞。哥，我打不动了。敖月大口喘着粗气，他既没有像我这样拼命锻炼1个月，更没有霸气天才这种天赋。在我积分的帮助下，他只是获得了霸气的修行资格，还没有觉醒出霸气。多宝鼠对体力也没什么加成，能战斗到现在，已经是他平日里多加运动的结果了。这个方向，我带你去。敖月将长刀塞进藏宝空间，变成兽形，跳到了我的肩头上。巴掌大的小老鼠蹭着我布满龙鳞的脸颊，我直接龙化，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彻整片云霄，将无数躲在居民楼里的人惊动。他们纷纷探出脑袋，便看到一条青龙踩着焰云扶摇直上，冲上云层之中。青龙大佬竟然来了我们变城，他能将变城的丧尸清理干净吗？又有人将青龙翱翔的画面拍摄下来，上传到神赐空间的通讯频道中。他们不敢与丧尸战斗，只能躲在屋子里，通过神赐空间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变城上空，我根据敖月所指的方向，很快就来到他所言有宝的地方。在那片树林里，化身多宝鼠的敖月使劲嗅着小鼻子，距离宝物越近，他的感受就越强烈。我从空中降落，落在地上之后重新化作人兽形态，二人迅速向树林之中奔去。这里人烟不多，丧尸也很少，只有零零散散3-2只丧尸，被我轻易解决。快住手！忽然，敖月惊叫了起来。一棵大松树下，一名长相猥琐的汉子正手捧一颗红色心形果实。此刻他的心情激动无比，从城中跑出来，本想躲在无人的郊外，谁知在这片树林中找到了这颗恶魔果实。他不是海米，不认识这是什么果实，但从神赐空间的论坛上，他知道无论什么都是至宝。哈哈哈！这泼天的富贵要轮到我王德发身上了。说着，张开满嘴黄牙的嘴就要咬下。我与敖月皆是面色一变，来不及了，我直接一口就气喷出。随后我与敖月连忙跑过去，看到灰烬中的恶魔果实安然无恙，赶忙将其拿起。经历了一次末日的我，早已没有所谓慈悲。敖月倒是有些心里过意不去，这和他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不符。末世里只论丛林法则，强大便是道理。若我没有这样的实力，获得恶魔果实被强者发现，也是与这个人一样的下场。敖月轻轻点头，虽然末世才第2天，但是从神赐空间的论坛中，他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妹妹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心中还是有些难受，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和我一起看着这颗果实。红色心形果实上面有黑色卷曲纹路，两人作为资深海米，认得这颗果实，这是海贼世界中最贵的果实，和尼卡果实一样，价值50亿贝利。这是手术果实，前世中获得手术果实的人是一方极有名的强者，但这个猥琐男人和自己印象中那名强者却无一分相似。想来这个猥琐男吃下果实后没多久就死了，然后手术果实又重新刷新在了世界其他地方，并被真正的强者吃下。末世中的恶魔果实和漫画里一样，只要能力者死亡，果实就会重新随机刷新，因此后期也有体术强者去猎杀弱小的能力者，试图自己获得刷新的果实，但成功率极低，因为刷新地点无人可以预测。哥，手术果实可以给爸，他肯定会喜欢这颗果实。敖星立刻就想到了手术果实最好的归宿，父亲敖康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定然会对其感兴趣的。宝物到手，我再次化作青龙，让敖月坐在自己背上，快速返回家中。而父母的体力不足，已经回家里休息了。柳熙瑶正殷勤地服侍着二人，让他们颇感不适。孟奎则依旧独自在楼下战斗，他知道仅仅投靠我还不够，今后要想得到重用，自己也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楼下此刻也有不少人在尝试击杀丧尸，毕竟神赐空间的兑换商品实在太吸引人。可是纵然最便宜的3色霸气修行法，每一个都需要10积分，也就是要击杀足10头丧尸。他们拿出菜刀、铁铲、木棍等家中能用的一切武器，试图与丧尸搏斗。但是丧尸的力量、速度、防御皆远超他们，不时便有人被丧尸袭击，或者被抓到后感染成为新的丧尸。孟奎看到我回来，立刻向我汇报了我离开后的情况。辛苦了，累的话就回去休息吧。我很满意孟奎的表现，这种吃苦拼命的精神是在末世活下去的保障。不，我还要继续战斗。由我赠送积分购买3色霸气修行法后，虽然依旧没有觉醒出霸气，但孟奎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战斗都能让体质有些微提升。他是搏击教练，身体的状态几乎开发到极致，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实力提升的快感，因此他格外珍惜我赐予他的这个机会。若没有我，他虽然自信可以斩杀10头丧尸，但估计至少也要5天之后。行吧，量力而行，别太勉强自己。随后我带着敖月上楼，一进门就看到柳熙瑶正为母亲张红捏腿。二老的体质虽然不错，毕竟年龄大了，经过这么激烈的战斗，身体酸痛无比。柳熙瑶的手法虽然不正规，但有人按一按还是舒服许多。主人，看到我进门，柳熙瑶立刻乖巧地喊声主人。这女孩的确懂事，我觉得自己的眼光不错。孟奎和柳熙瑶这2人都有培养的价值。进屋后，敖月立刻松开我的胳膊，跳到父亲身边。爸，我们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说着，他炫耀似的从胸口拿出手术果实，放在敖康眼前。超人系的手术果实哟，爸，你是医生，肯定会喜欢他的能力的。当看到手术果实出现的那一刻，柳熙瑶的心都颤抖了一下，但她立刻稳定心神，继续卖力地为张红捏腿，只是心中巨震，越发庆幸自己的选择。敖康倒是没怎么激动，毕竟他没看过海贼王，从女儿身
手中接过手术果实，好奇地打量着它。手术果实吃了之后能做手术吗？他从果实名字上理所当然地如此推断。但是我会做手术呀，难道能让我做得更加精细？敖月立刻为他解释，手术果实可以制造一个空间罩，在这里面你可以切断任何东西，并且可以在这里瞬移。敖月解释的有些乱七八糟，见父亲还是不太了解，他又找到手术果实的视频，把罗的能力一个一个展示给父亲看。敖康越发惊讶，恶魔果实果然神奇，只是爸年纪大了，这颗果实还是你们兄妹留着吧。你和妈实力强了，我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不然我还要一直牵挂着家里。我故意这么说，敖康听到后果然被说服了。作为父母，他们不愿成为子女的拖累。随着老爸一口咬下，难吃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开来。敖月见他皱眉，连忙解释，恶魔果实都很难吃，千万别吐，不要嚼，直接咽下去，只吃一口就行。快，感受体内恶魔果实的力量，看能不能使用出来。敖康照做，顺着体内力量的指引，他轻轻抬手一按，一个透明的罩子就出现在身边。看了眼不远处的拖把，心念一动，他便与拖把调换了个位置。见状，我和敖月都很开心。再试试切断万物的能力。敖康将放在旁边砍丧尸的军刀拔出，对着桌子砍了下去，桌子顿时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砍成两半。爸，砍我试试。敖月兴奋地跳到父亲面前，让他把自己砍断。敖康无语了，虽然已经听女儿讲过手术果实的能力，但听到要被砍的要求，还是觉得怪怪的。不好吧，爸的操作还不太流畅，万一伤到你了。敖月不听，可无论他如何央求，敖康都不愿意砍他。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其他地方试试，找到更多恶魔果实，咱们就能称霸变成啦。敖月的提议让我心动，妹妹说的没错，她有这个能力。若是只在变成发展，实在太过浪费。现在很多恶魔果实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有能力者死后，他的果实刷新还未被其他人获取。自己若趁着这个时机，利用敖月的果实天赋收集更多恶魔果实，不仅能提升家人的实力，更是一笔价值极高的资源。未来，当人们熟悉这个崩坏的世界，并在末日中站稳脚跟后，各大势力也将纷纷出现。我虽然强大，但还没有横推全世界的实力。这些果实就可以用来交易，获得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或者用来笼络强者，使其成为自己的手下。但是家人的安危，我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看出我的担忧，小星，不用担心，现在爸也有了恶魔果实能力，还有柳姑娘和孟小哥的帮忙，我们没问题的，爸会保护好你妈的。你爸说的对，你们放心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你帮我们的这些，我们已经可以在末世里生存了。主人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咱爸妈的。我还挺感动自己收的这两人不错，那就将我爸妈交给你们了，我再给你们一人转400积分，让你们实力更快提升。既然妹妹提议且被通过了，那么就要尽快实行。而后我又通过神赐空间消耗10积分建立了一个交流群，并将父母、妹妹、孟奎、柳希瑶几人都拉入进来。如此一来，我纵然离开，也能随时和家人交流，了解他们的情况。忙完这一切后，我就带着敖月离开家中，坐上停在门口的大货车，向城外而去。去哪儿？方向的问题交给你了。你是多宝鼠，就算感应不到宝藏，你的直觉应该也是有用的。到西面的省城去吧，那里人口多，城市大，可能出现恶魔果实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遵从多宝鼠的直觉，我开车向城西开去。路上我们时不时的下车大战一场，体力耗尽后便返回货车，一边赶路一边休息。但大货车终究不太方便，敖星觉得还是需要一辆越野车。进入省城后，我们依旧沿着向西的直线前进。这里的丧尸果然比变城要多100倍，并且有军队在这里有组织的清剿丧尸，枪炮齐鸣，将大批丧尸击退。但是除非核心部位被炸没，不然他们依旧有行动能力。而我的这辆大卡车也被军方拦截了下来。前方军事行动，此地进行。那个方向有连夜搭建的避难所，周围是我们军队驻扎，绝对安全，还有定时提供的食物和水。谢谢，国家的确在尽力阻止这场灾难，可惜这场灾难不是凭人类文明可以对抗的。我并未按照战士指示的方向去避难所，而是将车调转方向后选择绕过这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现在我们也无力去管这么多事。我们开车返回了之前来时的岔路口，向北走了大概7、8公里后，再次向西行驶。这里没有被军方包围，丧尸依旧猖獗，偶尔能看到依托楼房与丧尸作战的人。他们使用各种办法击杀丧尸后，立刻撤回房子中，休息过后再次出来找机会杀丧尸。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在末世中生存。虽然没有找到果实，但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东西。这辆车说是越野车，其实相当于民用的装甲车，除了没有定位系统和武器系统外，坚固的一笔，是我理想中的车型。此时，一名青年依托猛士在车门开了一个洞，然后他钻进车里，将一根长矛伸出来，刺杀来袭的丧尸。虽然很难直接命中头颅，但慢慢磨也能让他杀掉几头丧尸。我将大货车停在这辆东风猛士旁边，和敖月一起跃下，龙人形态启动，一根加厚加重的棒球棍所向披靡。这根棒子很好用，哪怕我已经有积分去换取一柄快刀，也依旧是这根棒子。躲在车里的青年看到身边突然有一辆大货车停下，心中咯噔了一下。
我靠！青龙大佬，青龙大佬也要抢劫我吗？正当他胡思乱想时，我已经清理完这里所有丧尸，并对着车窗玻璃敲了敲。装甲车里的青年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他知道若是这位青龙大佬想的话，能够轻易破坏他的车子，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更好。一辆货车，半车厢的柴油，我要你的这辆车。不是抢劫，一辆货和柴油换我的猛士，虽然亏，但比预想的好太多。反正换车后货车就开不走了，不如直接拿来交易。至于柴油，我也带不完。这不是傻子，很快就明白了我的目的，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大佬，我什么都不要，求您带上我，车子我送您。经过了近2天的末日生存，他已经深深明白末日的可怕。此时有大腿不抱，更待何时？我顿时无语了，这货脸皮真厚。我还有事，不能带你。这样吧，30积分足够你兑换3色霸气修行法了。大佬，带上我呗！我学习过荒野求生，我能做多事情。他是末日狂热爱好者，还特意定制了这台加厚民用装甲车，并准备了全套野外求生设备。你看这车，我定制的，还有那些装备，我准备的，我真的能做很多事情。我还有事，带你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帮你清理掉别墅里的丧尸。有30积分兑换霸气修行法，你也能自己慢慢变强。有点气馁，但是能够兑换霸气修行法也是不错。我和敖月带着这青年走入他的别墅中，将他尸化的家人和爱犬全部击杀。好好修炼霸气，你也能成为末日强者。大佬，我叫林天，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如果我想找你的话，该去哪儿找？对自己这么执着，但告诉他也无妨。若此人真的有天赋，以后倒可以收为己用。我叫敖星，家在汴城。若你能徒步来到汴城，我就考虑收留你。敖星吗？徒步到汴城而已，我一定可以做到。即使击杀丧尸也没用，纵然砍掉丧尸的脑袋，这些死亡的丧尸也会被其他丧尸吞噬，并引发进化。想要彻底消灭丧尸，需要放火焚烧，将其尸体彻底焚毁。然而丧尸尸体被焚烧时，其体内淤积的尸气会扩散到空气中，使得空气中丧尸病毒的浓度变高，进一步感染体质弱的人类。而且丧尸病毒会在高温下被催化，变得更加强力。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行霸气。霸气是炼体的过程，将身体锻炼到极致，就不惧丧尸病毒与丧尸。其他方法都是扬汤止薪而已。你的藏宝空间再大点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把柴油全都带上。现在燃料有限，我们能寻找的范围也就有限。你以为我不想？果实能力的开发哪有这么简单？少吃这些垃圾食品，累了去神刺商店兑换一块水肉，能很好的补充体力。在西南方向，感觉有宝物。闻言，我精神一振，听到有宝物，我立刻兴奋了起来，也不再下车击杀丧尸，而是尽量绕开，全速朝着敖月指的方向而去。当我们终于来到目的地附近时，却发现事情并不简单。这里是一个工厂，并且外面被安装了铁丝网，许多小型机器和废弃桌椅被堆在门口，抵挡丧尸入侵。障碍后面有人用工厂中的工具改装了一些长柄刀，用来击杀试图破坏障碍物的丧尸。工厂内还有不少人在四处走动，查漏补缺，以防丧尸爬进来。若发现有丧尸攀爬铁丝网，立刻就有人拿着如同长矛一般焊接着尖锐利刃的长棍将丧尸捅下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初级安全基地，能做到这一步，证明这里的组织者很不简单。你在车里等我，外面丧尸有些多，并不适合你修炼。哥哥，你要小心。这小子不要命了，等着看他被撕碎吧。哦，天哪，我看错了吗？这小子好强！周围的丧尸都被我所吸引，但我依旧没有开启龙化，因为我如今已经达到铜皮境，本就不错的身体，加上1个月辛苦锻炼，给了我一个健壮的底子。霸气天才直接觉醒霸气，又有被动提升和主动修行速度翻倍的双重效果。我的霸气进重飞快，在末日开始的第2天就达到了铜皮境。所谓铜皮，当然不是真的皮如铜铁，炼体由外而内，皮肤是身体的第一层屏障，将皮肤练到坚韧的地步，能够大幅降低身体受到的冲击以及攻击时承受的反震力道。这是身体在锻炼中的第一次蜕变，力量、防御、速度、恢复能力等也全面提升。
青龙果实哪怕我不龙化，也为人形提供了一定的体质加成，这才让我可以在不用能力的时候，也可以轻松击杀丧尸，并且不用能力击杀丧尸的难度停伤，对于霸气的提升会更快。他那辆车我知道，是东风猛士，属于民间装甲车。他本可以开着这辆车离开这片丧尸群，却特意停在我们门口，一定是对我们的基地有想法。他想干什么？抢我们的基地？要不要告诉老大？快去老张！老大，外面来了个高手，一个人杀了上百丧尸，还开着辆东风猛士停在门口。兄弟们觉得他可能对在咱们基地有想法。果然是一名高手。他击杀丧尸实在太过轻松，给了我极大的压力。若此人对我们的基地心怀不轨，我们能够对抗这个人吗？足足1个小时后，工厂北门前的丧尸终于被我清理一空。甩着酸痛的胳膊，我大步来到工厂门前。我要进去拿个东西。你要拿什么？我总不能说自己要拿恶魔果实，看样子这里的恶魔果实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不然早就被这些人吃掉了。拿点蔬菜。这话一出，我更加确定他就是奔着我的基地而来，并且要骗我开门后占据基地。兵法里有个什么来着？假途灭国。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平日里也是会读兵法的。这人别想骗我，我们自己都不够吃，你去其他地方找吧。就是，别想骗我们，去别处找。我如果一定要去拿呢？我虽然不是好人，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随便杀人。希望这些人能够识趣。妈的，我们这么多人会怕你？有种的进来！来啊，看谁怕谁！我以为能吓到我们，老子今天就等着你进来！看看你怎么应对。就在这时，一股无形气势扩散开来，工人们只感到仿佛面对惶惶者之威，心中战栗恐惧，甚至有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最胆怯的几人甚至直接被吓晕了过去，只有老张等几个已经开始修行的人还能直视我。绝对是霸王色！霸王色！头，让他进来吧，就算让他做头也不丢人。是啊，强者为王，不丢人。我释放出霸王色后，就已经不打算继续和他们谈判，实在太过浪费时间。我手中棒球棍上包裹着一层黑光，用力一砸，众工人辛辛苦苦布置的障碍便被破开。老张握紧了手中兵器，但终究没敢出手。最好老实点，想想自己和丧尸的脑袋谁更硬。小渊，过来。一直看戏的敖月听到我的召唤，立刻拔下钥匙，跳下车子，一蹦一跳的向我跑来。他一边嗅着秀气的小鼻子，一边领我向仓房后面走去。你们是谁？滚开！小兔崽子，你说什么？敢这样跟老娘说话，待会儿把你吊在门口喂丧尸！哟，还带着一个漂亮小姑娘呢，从哪个会所带出来的？一会儿和工厂里的小伙子们好好玩玩。秀妍，杀人了！老子跟你拼了！兄弟们，一起上！我们的女人受到欺辱，不能放过这个恶人。骂自己我未必会如何，但骂自己的家人，我绝对会让对方付出血的代价。小渊，很多时候人心的险恶比丧尸怪物更加可怕。如今的你已经敢于击杀丧尸，但是你敢杀人吗？秩序已经崩溃，有人欺你辱你，就要给他血的教训。想要在末世中生存下来，就要收起不必要的慈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他是恶魔果实能力者。对不起，不要杀我，求求你放过我们，我们什么没做。小月，末世规则，斩草除根。既然仇恨已经种下，那就永绝后患。哥，骂你的人已经死了，他们是无辜的，就放了他们吧。小玉，这就是末世，一点矛盾就能引发冲突。但凡冲突，总要以一方死伤为结束。上一世我曾经以为杀掉和自己有矛盾的人就够了，我以为自己足够冷血，却还是因那一颗圣母而丧命。这一世我宁可被骂作恶魔，
也绝不会再有一丝心思手软。来到熬月感应中的地方，这里是工厂食堂储存食物的仓库。我一棒子暴力将其破开，找到了被挤压在下方一个水果筐中的恶魔果实，依旧是自己不认识的种类。但是刚走到工厂门口，就看到自己的车子已经被人开走了。虽然熬月将钥匙拔了下来，但民间总有开锁的高手能够做到。我直接化作青龙，驮着熬月上天，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车子。青龙俯冲而下，一个撞击就将车撞翻。大佬，求求您不要杀我，求求您！回到车上，调皮的熬月一路上都很沉默。他今天当真被我杀伐果断的手段吓住了，就仿佛那不是自己的哥哥一般。哥，你之前好可怕。小月，记住，现在已经是末世了，除了我们的家人，任何人都不能轻易相信。哥，你是不是重生了？哥，你是不是重生了？卧槽，老子露出过破绽吗？这丫头为啥突然这么说？你疯狂囤粮，还让妈一定要请假带我回家，那么坚定，你一定是知道的。而且自从你回家之后，我就感觉你好陌生，就仿佛是另一个人一样。我想出现这种情况只有2个原因吧，要么是你重生了，要么是你被夺舍了。说到最后一句，熬月声音越来越低，他不敢看我，生怕自己哥哥已不是本人。哎呦，臭老哥！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哥，你前一世是咋死的呀？我在你前世里厉害不？还有咱爸妈，他们安好吗？你们都死了，但是这一世，无论是谁胆敢伤害你们，我都要诛他9族。从工厂离开后，我们继续向西而行。路上遇到丧尸群时，我们就下车与丧尸战斗。为了锻炼霸气，我也不再开启青龙的能力。熬月还未觉醒霸气，实力很弱，靠着多宝鼠的速度加成，他倒也能与丧尸战斗的游刃有余。两人就这么一路向西走了3天。3天来，我们没有再发现恶魔果实，这让熬月最初的热情也有些低落。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能力出了问题，但我告诉他，这才是正常情况。前世我活到了第2神次期间，经过某强大势力统计，出现过的不同能力者共有1万多。虽然比漫画里那不到100的恶魔果实多得多，但平均到全世界近100亿人口上，我能在这几天内连续获得5颗恶魔果实，已经很难得了。哥，我们往那个方向去。熬月指着岔路旁的一条小路，我惊讶地看了看地图，那里通往大山之中。前世也的确有不少人跑进深山之中，他们虽然躲过了异变人群，却也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最终不幸殒命在山林中。我感觉那里会有好东西。熬月自己也不太确定，毕竟直觉这种东西太过玄幻，但我很信任他，立刻开车向山中而去。没有丧尸堵路，车子开足马力，速度飞快。熬月将小腿翘在前方，一边晃着腿，一边吃着零食，并在神次空间中刷视频和帖子。太好笑了！哥，刚看了个帖子，有人没有得到恶魔果实，在那儿抱怨呢。喂，你那是什么表情？你知道这个抱怨的人是谁吗？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有这么好笑。是尾田。尾田老贼估计要被气炸了吧？你不知道这个帖子现在在神次空间中被传疯了，还有人想让尾田传授霸气技巧呢。结果尾田表示，我就是个破坏的，懂个屁的霸气。想想前世里，好像尾田的确没闯出什么名声。纵然神次用的他笔下世界，却也已经和原作者没什么关系。眼看着天色渐黑，我打算将车子停在路边休息一夜。刚刚拐过一个山脚，忽然看到前方有些亮光。有光就代表有人，但末世里他人最见不得。我虽然残暴，却也不至于对无辜之人下手。末世里人心难测，贸然借宿太危险，还是在外谨慎休息为好。我将车子停在路边，借着点那里的亮光，便打算就在此处过夜。熬月从车厢后取出一套野营设备，将一个大帐篷就地铺开。末世虽然危险，但在我的细心照料下，熬月倒也不害怕，反而有种刺激感。哥，怎么了？是狮吼。狮吼是什么？狮吼就是丧尸的怒吼。可是你何曾听到丧尸吼叫？丧尸的身体腐朽，
声带也腐烂，因此它们无法出声。但是随着丧尸进化，它们的机体就会逐渐修复，并渐渐拥有基本的肉体功能，比如说话。但若想发声，至少也得是1星丧尸。1星？刚刚尸变的丧尸只是5等级的丧尸而已，除了力量大一些，骨头硬些，并不难对付。就算是普通人，也有机会将其击杀。当他们吞噬血肉，将身体修补完成，到此时，他们的速度更快，也能使出人类般的搏击动作。这时候他们就是1星丧尸，也被称为肉尸。想要对付肉尸，至少也得达到铜皮境。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你回车上，我去前面看看。若只是肉尸还好，若是2星的僵尸，我们就危险了。我现在也不过是铜皮境而已，想要对付僵尸，就需要达到铁骨境。但现在末世开启不过5、6天而已，丧尸不应该进化这么快啊！将敖月送到装甲车里，我龙化后提着铁棒向吼声发出的地方而去。当我走近之后，方才发现这个发出亮光的地方是一座破旧的道观——雷祖观。藏于山野，如此破旧，肯定不是被世俗商业包装的道观，这里才会有真正的道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妖怪！我一脑门黑线，这么大个光头，心理素质这么弱。我抬脚正要迈入道观，便见道观主殿那破旧的墙壁轰然倒塌，一名肌肤漆黑、身穿道袍的老者正发狂地扑在人身上撕咬，地上散落着几具遇害者的尸体，场面十分惨烈。老道士听到声响，回头看了过来。我与他眼神对上的那一刻，心中暗道不好，不是肉尸，是僵尸。老道士哪怕进食的时候，也将肢体伸得笔直，一双干枯的手上长满了尖锐的利爪，口中是4颗尖牙，赫然便是僵尸的特征。僵尸是肉尸进一步进化时，用大量丧尸病毒强化肉体，结果导致病毒淤积于体内被消化前的状态。淤积的病毒导致丧尸身体僵硬，但也造就了一身铜皮铁骨，极难击杀。好在其致命之处依旧在头颅，只要将脑袋砍掉或者砸碎，依旧能令其死亡。干，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哪有那么多病毒给他进化？那僵尸老道已经将手中啃了一半的尸体丢了出去，一跃而起向我扑来。僵尸身体虽然僵硬，但这一跃之下，竟然已经来到我的面前。我连忙举起棒球棍抵挡，僵尸一口咬下，棒球棍上赫然出现了4个深深的牙印。我对着僵尸的脸猛地喷出一口热气，却也只是将他的毛发和衣服烧掉，皮肉虽有些焦黑，却并无大碍。僵尸老道怒吼一声，挥舞利爪再次扑来。雷鸣八卦！虽然不会霸产，但缠绕着电流的棒球棍当真有几分雷鸣八卦的本事。伴随着一声巨响，而后是轻微骨裂声传来。这头僵尸的颅骨坚硬如同钢铁，这根定制加厚加重的棒球棍竟然直接断开，而取得的战绩也仅仅是将其头骨敲出了一丝裂缝罢了。僵尸老道再次发出怒吼，散发着腥臭的尖牙向我脖颈咬来。小月，遁入地下，等我杀掉他再出来。本以为只是肉尸，谁知竟是2星的僵尸。这种僵尸一身怪力，铜皮铁骨，人类文明的装甲车已经不能防御它。敖月也知自己帮不上忙，连忙化作多宝鼠，迅速遁入地下。此时我有些气喘，连续2次使用热吸以及雷电的大力输出，让我体力消耗得很快。而且刚才那一棒也震得我体内血气翻涌。僵尸老道又是一跃，迅速拉近与我的距离，10根枯黑的手指如同利爪，径直向我刺来。我大吼一声，一双龙爪抓住僵尸手腕，二者开始决力。虽然丧尸达到了2星，理论上需要人类铁骨境才能与之抗衡，但我靠着青龙强化的肉体，一时间竟与僵尸对峙了起来。双方决力，僵尸再次探头一咬，我心中一狠，将头颅低下，用头顶龙角去顶僵尸脑门。龙角颇为尖锐，狠狠戳中他的眼眶。僵尸吃痛怒吼，头部受创严重。若是寻常生物遭此一击，必然已经毙命。可僵尸没有痛觉，他头颅后仰，将脑袋从龙角上拔出，紧接着发出一声怒吼，双臂竟然微微弯曲。我眼角一跳，僵尸之所以肢体僵硬，是因为丧尸病毒在肉体中淤积所致。等其完全融合吸收这些丧尸病毒后，会再次恢复肢体的柔韧性。现在这头丧尸的2臂微微弯曲，说明它正在加速丧尸病毒的吸收和融合，不能再这么僵持下去了。我发出一声怒吼，将僵尸双臂甩开，化作青龙腾空而起，龙尾瞬间抽下，抽的这头僵尸一个踉跄，一发雷霆劈落，使其身体更加焦糊。坏风！纵然僵尸铜皮铁骨，也被划出无数伤口。风云动处，青龙冲下，一双龙爪抓住僵尸双臂，将他提起。被坏风吹得身形不稳的僵尸用不上力，被青龙直接带上天空。我怒吼一声，龙爪发力，想要将僵尸直接撕成2半，但是僵尸也在向内用力，我竟然撕不开。自己境界还是太低。化身青龙后，虽然可以压制僵尸，但想要将其击杀却也不易。
而且就这片刻功夫，我竟然已有力竭之感。如果只是用龙形飞翔，我还能多坚持一会儿。战斗的话，并不能持续太久。我再次冲上云霄，将龙爪中的僵尸用力力向下放，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僵尸的身体正撞上道观主殿中供奉的那尊高大神像之上。但泥塑的神像又如何抵挡僵尸坚硬的躯体，直接被砸成了无数碎块。僵尸重重摔在地上，身体被撞得伤痕累累，却依旧没有倒下。我也随之落下地面，重新化作人形，大口喘着粗气。这是我第一次用出青龙形态全力战斗，的确很强，但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还是太勉强了。凯多的强，是因为他本就是能够一人灭国的存在，青龙果实只是锦上添花，而我完全依赖青龙果实，发挥出的实力自然天差地别。哥，吃肉。我的体力有所恢复，而僵尸老道也已经翻身而起。我再次化作人兽形态，将武装色覆盖在龙爪上，与僵尸周旋。有武装色和龙鳞的双重防护，可以有效避免丧尸病毒的入侵。但是这么打下去，还是要被拖死。我需要一柄武器。又是一次对碰后，我快速退开。但是这时候进入神赐空间兑换武器已经来不及了。敖月又没有足够的积分。正当我思索对策时，眼角余光忽然看到神像破碎的泥块旁掉落了一根铁棍。我猛然想起，这里是雷祖关，这根竹节状铁棍正是道观中所供奉雷祖神像手中那根钢鞭。这玩意儿至少比棒球棍结实吧？我扑向那里，将地上竹节钢鞭捡起。由于神像高大，这根钢鞭也更加粗长。寻常鞭锏类武器长度通常不会超过80公分，而这根足有1.2米，鞭身也更粗壮，手感更加沉重。以自己如今的力量用起来，确实刚好。我刚将这根竹节钢鞭捡起，僵尸老道便已经重新扑来。他的躯体已经破烂，但攻势却依旧迅猛。我用尽自己最后的体力，释放出最狂暴的电流，雷电与武装色尽数缠绕在这根竹节钢鞭之上，朝着僵尸老道的脑门悍然砸落。巨大的反震力道震得我掌心人鳞碎裂，但僵尸老道的头颅也在这一鞭之下被砸成粉碎。打出这全力一击后，我脱离了人兽形态，再也握不住沉重的竹节钢鞭，将其丢在地上，只感到浑身上下都是酸痛无力。地下的敖月听到战斗声停止，小心翼翼地从远处现身。当看到瘫坐在地上喘息的我时，连忙跑过来为我送上水肉和淡水。稍微休息之后，我俩才进入残破的道观之中查看。门口最初见到的光头已经在战斗余波中死去，关中到处是破碎的神像和翻倒的器具，地上躺着几具遇害者的尸体。后殿是老道士曾经生活的地方，在大殿倒塌的时候，也只有这里还依旧完好。这里应该是安全了，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将装甲车开到门口，堵住大门，以防他人或者丧尸进入。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院外，仰头看向夜空，忽然心中一动，心神进入神赐空间内。因你是第一个击杀星级丧尸，将获得1次奖励；又因你于末世开始10天内击杀星级丧尸，奖励品级提升；又因你直接击杀2星丧尸僵尸，奖励品级再次提升。请你于以下3个称号中任选一个。称号，我精神一振，就如同第一次选择的天赋一样，称号也是一种极其稀有而罕见的东西。至少我上一世努力了那么久，也不曾获得过任何称号。称号1：丧尸杀手，对丧尸造成的伤害永久提升1倍。称号2：赏金猎人，击杀丧尸获得的积分永久提升1倍。称号3：神赐会员，成为尊贵的神赐空间会员，你将拥有1次1折兑换机会，并且你在神赐空间中兑换物品都将享受8折优惠。Oh my god，3个称号依旧如此诱人，杀得更快和赚得更多，相比来说还是杀得更快更好一些，因为杀得快了，赚的自然就更多，并且还有挑战更强丧尸的可能。但是这2样都不如称号3：神赐会员，1次1折机会，永久8折权限，2个唯一兑换选项，隐形黑血统因子和消除恶魔果实副作用的化魔药剂都需要1亿积分，1折就可以以1000万积分兑换一个，并且兑换所有东西都是8折。我大可以用这个权限做中间商，大赚积分，根本不用犹豫，直接选择3：神赐会员。随后我查看自己的个人面板，姓名敖星，天赋霸气天才，称号神赐会员，恶魔果实鱼玉果实，青龙形态，境界断体铜皮，装备雷祖鞭尾，积分9655。咦，我忽然发现装备一栏中有东西，雷祖鞭。我看了看身边这根竹节钢鞭，那是雷祖关中供奉雷祖手中之物，可这毕竟只是普通的东西，怎么会被算作装备？还有个尾字，我之前的那根棒球棍帮我杀了那么多丧尸，也没有被当作装备啊。我将竹节鞭放在腿上仔细观摩，这东西为何如此特殊？只见这根钢鞭充满了锈迹，必是已经历无数岁月，曾经或许也受到万人膜拜，共有18节，每一节上还铭刻有自己看不懂的道家符文。我看了许久，依旧看不出它的特别之处，但之前用这东西敲那僵尸老道时的确很顺手，积分也已经将近1万，要不要把小月的那颗果实鉴定一下？我摸着下巴思索，恶魔果实鉴定费1次1000，对于我来说好像也不多，但是也不急，现在也用不着那颗果实，可以等回去之后再说。我选完后再次进入神赐空间，这次我来到通讯频道里自己建的家人群中，先向父母报了个平安，又询问其家里的近况。今天家里还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楼上的陈家父子知道自己家有存粮后来借，当时只有老妈和柳希瑶在家，老爸和孟奎在楼下与丧尸战斗。本来自己老妈好心要给他们一些，
结果这父子两人看到自己家满屋的生活物资后，眼都红了。再加上觊觎柳熙瑶的美貌，这两人竟然直接想要杀掉老妈，夺取物资和美人。幸亏柳熙瑶存了戒备之心，并且锻炼霸气后，虽然尚未觉醒，体质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便在这两人发难时将他们反杀。当时自己老妈给吓了一跳，她虽然也杀过几头丧尸，但杀人还是第一次见。对了，我记得老陈还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他们呢？老大，他们已经被我杀了。当得知张红受袭，他吓了一跳，自己可是对老大保证过，不会让老大父母受到伤害的。于是愤怒的他当即踹开了楼上陈家大门。孟奎的果断和狠厉令我吃惊，他和自己不同，没有经历过末世，竟然也能如此果断，做得不错。我没有感谢，而是夸奖了一句，我明白末世中上位者该如何做。老大，我查看过了，这栋楼除了咱们家，已经没有活人。我明天打算去弄些建材，将楼道堵上，做点防御工事。行，你小心点。我对孟奎的想法表示赞同。到这时，我方才问起两人的家庭情况。孟奎的母亲身体不好，在丧尸病毒爆发后，昏迷中被他送到医院，结果在末日爆发时失化，直接将孟奎的父亲咬死。孟奎仓皇逃出，开着自己的车子就想逃离城市，因此他效忠我来到汴城，并没有牵挂。柳熙瑶和他不一样，他是乡镇户口，自己靠奖学金上的大学。他很聪明，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从男人身上攫取钱财，但又能一直让男人得不到他。熙瑶啊，你弟要结婚了，女方要求必须有房，你这房子刚买，就先过户给你弟吧。就是，你当姐姐的可得帮衬着点你弟，我不愿意。你个死丫头，翅膀硬了是吧？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这么年轻买房？这房子肯定把房子是你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我们走。结果被拉去转移房产时，末日爆发，他趁乱逃走，并不清楚父母和弟弟现在的情况。当然，他如今也不在乎他们的生死。我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他们是生是死，已经与我无关。以后我只是主人的人，为您做任何事。我唏嘘不已，末世无情，他们若没有遇到自己，大概率已经死在路上。末世中，老实躲在家里，远比向城外跑生存率高得多。好好做事，我不会亏待你们。接着，我又将自己这一路的见闻对他们诉说了一遍，并让他们小心进化过的丧尸。结束通话后，我又和敖月聊了会儿天，看了看神赐空间通讯频道里有没有新的新闻，便沉入了梦乡。道观外，一个小小的身影悄然出现。师傅。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翘课锻炼身体，即使是面对老师的挂科警告和女友柳如烟的分手，我也无动于衷。只因重活一世的我知道，只要再过1个月，全球就会长出各种恶魔果实，届时只要得到恶魔果实者，就能得到超凡力量。而前世我即使获得了超凡能力，却还是因为果实能力低能和身体素质太差，惨死在丧尸潮之中。次日一大早，我们便坐上车子离开了这个破烂的道观。唯一的变化便是我手边那根特制棒球棍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竹节钢鞭。副驾驶上，敖月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打着瞌睡。习惯了睡懒觉的他，还没有完全适应末世中的节奏。此刻，豫州省城军方已经将大部分丧尸聚集在一起，无数大威力杀伤性火器齐齐爆发，震天的轰鸣声比以往更加剧烈。无数丧尸身体被轰碎，仅存的头部仍在不停扭动，依旧具备攻击性。放火！军方也已经发现，只是击杀丧尸还不够，轰碎他们的脑袋，也只是为让其他丧尸吞噬而已。空气温度越来越高，在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中，丧尸病毒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它们分裂组合变得更加强劲。终于，一头皮肉不再腐烂的丧尸从尸体堆中冲出，火焰难以将其快速焚毁。越来越多丧尸进化为肉尸，他们的防御力更强，力量更大，速度也更快，甚至是子弹也不能立刻击倒他们。那些大口径狙击枪打在肉尸身上，也只能留下浅痕，难以造成致命伤害。但是军方靠着强力热武器，还是能够勉强与之抗衡，直到越来越高的温度催化出一头僵尸。这头僵尸在大军中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战士们为了尽快击杀丧尸，因此并未与之搏斗，而是靠枪械击杀，所以没有积分，没有兑换霸气，更没有修炼出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而这一幕发生在各大城市和国家之中。撤退！丧尸危机，军方无法镇压，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一丝秩序，砰然崩溃。这一消息在神赐空间中疯传，直到这一刻，所有人方才确信文明已不存在，末世无法阻挡。与此同时，我在山路上又开了3天车，深山很安静，除了道观中遇到的丧尸外，我们只是偶尔遇到几只尸变的小动物。交给我吧。
前面。哎，来了辆车。还是越野车，有搞头。飞哥，山下来了2个人，他们还开着一辆越野车，里面肯定有不少物资，而且里面还有个女人。哈哈，来了个女人，这下有乐子了。走，兄弟们，把他们截住，物资和人都留下。飞哥，我这几天在这里转，发现个下山的小路，我们一定能在前面截住他们。山下，我与敖月2人在山中绕了好几圈，才来到敖月感知的地方。这里生长着一大片蕨类植物，走入其中，敖月俯下身子，将一块蕨类植物连根拔起。它的根部下竟然生长着一颗奇异的果实，奇怪的形状，诡异而卷曲的纹路，正是恶魔果实。太好了，我又找到一颗。啊！飞哥，那是恶魔果实吧？废话，那可是恶魔果实啊！一旦吃下恶魔果实，届时他将雄霸一方，小弟大把，美人大把。喂，将果子放下！兴奋中的敖月被他吓了一跳，因为太专注于恶魔果实，他也没有注意到附近来人。当他转过身后，这些人的眼光也在盯着他。好漂亮的妹子！嘿嘿嘿嘿，把那果子给我，你以后就归我阿飞照了。跟着老子，以后保你吃香的喝辣的。你是谁？凭什么给你？嘿嘿嘿嘿嘿。这几个家伙交给你了，让他们知道招惹我的下场。若你还是原来那普通少女，落在这些人手中会是什么下场？你不忍心，你以为他们也会不忍心吗？和平年代他们就是社会的蛀虫，末世中他们更是世界的渣子。这种人毫无底线，对他们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何况他们还欺辱你，还等什么？小子，找死！敢打我哥，找死！臭丫头，不知好歹，今天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对不起，饶了我吧，大哥大姐，我错了，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傻。小鱼，记住，对心怀歹意的人绝不能心软。你的任何一丝犹豫，都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我记住了，哥。2人原路返回，车子还在原地。坐上车后，便不再继续深入山林，而是向山外而去，收获2颗恶魔果实。但汽车的油也已不多，若不能找到加油站补充柴油的话，我们就要现在返回了。导航用不了了，只能凭记忆前进。我记得来的路上有个加油站，去看一看。
跑的都这样了。躲起来的未必能活，跑出去的大多也只能艰难求生。找到加油站，将油桶全部装满后，这一次我们没有继续向西，而是向北行驶。如此一来，也不至于离家的直线距离太远。向北又开了3天，中途在熬夜的兽医下变相了几次，可惜没有再找到其他恶魔果实。没有导航，只能凭感觉和经验了。这里的地貌变了，应该已经离开豫州到并州了。再找3天，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我们都要回去了。卫星导航已经失效，继续跑下去，我们很可能会迷路，找不到家的方向。好，再找3天。出来这么多天，才2颗，能找到2颗已经不错了。我们只是寻找了豫州和并州的部分地区，能找到2颗，已经是你的能力逆天。至少要给妈和梦回哥，还有西瑶姐每人1颗。咱们还差1颗呢。好，咱们再找1颗。其实还有1颗响雷果实呢，这是留给哥哥以后用化魔药剂的。那2个唯一兑换选项，哥哥一定能够得到。哥，怎么了？也没有丧尸啊。有客人来了。自然系，沙果果。这个时候还能在野外奔跑的人可不多了。自我介绍一下，李荒，自然系沙果实能力者。要加入我的势力吗？不需要。李辉，我知道，上一世此人便声名鹊起，不仅在华国，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极其有名的存在。凭借着自然系的能力，他的实力提升很快，并组建了自己的势力，号称沙漠皇帝。为了让这个称号更加符合实际一些，他甚至带人从并州远征戈壁，一路打到中东，更无敌手。直到西方的几个强者忌惮他扩张太快，联手压制，才将他的势力范围压缩了回去。世界10大强者，现在的他虽然同样修行时间不久，但他却是神秘的古武传人。末世降临后，本就强壮的身体素质，加上其古武经验，霸气的修行也比常人要快。哪怕是现在，恐怕也已经觉醒武装色。再加上自然系的沙果兽，就算是肉狮，他也能够将其击杀。李辉被拒绝，倒也不生气，他直觉这个青年很不简单，那是身为古武者对强者的直觉。可是纵然再强又能如何？有霸气吗？能抓到自己元素化的身体霸气，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朋友，现在是末世，贸然拒绝一名强者的邀请，可是会丧命的。你又能怎样？李辉面色发冷，末世前他就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个，末世中他依旧强大无可匹敌，自己出于好奇的邀请竟然被人无视。末世不讲武德，谁跟你公平对决？怎么可能？他拿出元素化的身体，他有武装色霸气，而且等级比我高，这怎么可能？以为飞上天就能逃？青龙，
你就是那个吃了青龙恶魔果的人。得益于神赐空间的存在，不少能力者战斗的画面被人录下来并且上传。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青龙果实、莎莎果实以及曾经的一个女主播，她拥有制造霸王花的能力。但是至今为止，那名女主播依旧没有公布自己果实能力的名字。除了他们之外，其他能力者也还有一些，但是取得的战绩不如青龙和莎莎，人气又不如那名女主播。踢到铁板了，对方不仅霸气强大，还是最强幻兽种能力者。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不说自己的能力，害我判断失误，管用的又必重伤，这还怎么打？该死！你赢了，别吹了。抱歉，是我的错。这伙未来是强有力竞争者，若能永绝一患，倒也不错。追逐了数分钟后，李慧忽然落向地面。我以为她力竭，无法使用果实能力，便也跟着落下地面。但是落地之后，旁边忽然钻出一头僵尸，冲着我们就杀了过来。老兄，这头僵尸给你赔罪，之前得罪你的事一笔勾销，如何？怎么个赔罪法？这就是幻兽种青龙形态的力量吗？果然变态！我协助你击杀这头僵尸，积分归你。现在丧尸不断进化，先是进化为肉尸，又进化为僵尸。这种怪物不是现在的我们所能单独抵挡，但有我从旁协助，你击杀起来就会容易许多。杀僵尸我能做到，但有他在旁边，想走的话，僵尸也拦不住我。击杀一头丧尸是1积分，肉是10积分，僵尸100积分，但越界击杀的话，每越一阶积分翻10倍。就像之前我以铜皮镜击杀2星僵尸，越了1阶击杀，所以获得1000积分。1000积分，对我来说不难。这头僵尸没危险，没必要杀。你疯了吧！这货猴精猴精，一时半会弄不死他。果然，能成就一方强者的，不仅仅是实力。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还有僵尸为你护驾。等等！怎么，非得找死？我再次向你道歉。招揽你并袭击你是我的不对，但有一笔交易想跟你谈一谈。协助我击杀僵尸吗？你以为我傻？我和他不熟，无法信任。合作期间背刺我，或者最后抢人头，谁知道呢？不，我有一颗恶魔果实，想跟你做交易。恶魔果实你舍得交易？我已经下莎莎果实，化魔药剂需要足1亿积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这颗果实当然要拿来做交易。说说，这人运气真好，竟然能得到2颗恶魔果实。下来谈。行，回我们之前遇到的地方吧。老哥，没打过。哥，啥情况？没打过吗？也不像很强的样子。怎么可能？他说要跟我们谈生意，他有一颗恶魔果实要和我们交换。恶魔果实？
但是我们为啥要和他交易？直接抢不好吗？你们好歹背着点人好吗？我都听到了。这兄妹俩都是什么脑回路？一个追着自己揍，非要把自己弄死不可；另一个开口就是抢夺。说吧，你需要什么？虽然能暴揍的，但想杀却不容易。不然的话，我也想直接抢过来。这兄妹俩还是想抢我。3个条件：第一，我要1万积分；第二，要你协助我击杀那头僵尸；第三，我想和你结盟。恶魔果实的价值至少也是10万积分，这还只是动物系普通种，若是幻兽种，100万积分也不卖。这个要求并不高。不过李婚现在并不知道自己手中这颗果实的能力，击杀僵尸也不过是1000积分罢了。我对杀僵尸有经验，费点功夫能够做到。关键是第三，结盟。你在并州，而我在豫州，就算你我结盟，我也帮不到你什么。现在的我们虽然弱小，但未来呢？我看得出来，你非能居于人下者，必然会建立自己的势力。恰巧我也是。假以时日，我相信你的势力将遍及豫州，而我也将在并州称霸。那时崛起的势力必然不可能只有我们2个，而豫州又和丙州接壤。我要的是那时候的结盟。他的谋虑竟如此深远，令我感到诧异。此人不怪能成为举世闻名的沙漠皇帝，如今末世不过10天左右，他竟已想到了称霸益州之后的事情，并在此时与自己结盟。你就这么信任我们能够成为豫州最强？若我到时候不认呢？能将我逼得到处跑，我相信你必将成就大事。至于你是否会认，那就要看到时候我的实力了。只要我实力够强，合则两利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认？反之，若我实力不强，我还担心被你吞并呢。他说的很有道理，未来若有这么一个盟友，的确不错。我答应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敖星，这是我妹妹敖月。他很怕自己过去后那人就翻脸，到时候跑都没地方跑。不过他胆子一向很大，也很自信自己的眼光。你像是一位强大的盟友。好痛，这力量，他要翻脸。合作愉快。恶魔果实不在我身上，你们稍等，我回去拿。哥，你就不怕他跑了不回来？跑就跑呗，反正杀不掉。等一天他若不回来，我们就走。敖兄，恶魔果实的价值你知道，先交易1万积分，我把果实给你，然后咱们去杀僵尸，如何？你先给果实。我相信敖兄的人品。收好。Oh my god！ 我看到了什么？怎么塞进去就看不见了？灵妹也是恶魔果实能力者吗？没错。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翻脸，你可以挟持小院？我不是，我没乱说，你别乱说。想抓我，没门儿！就凭你，不可能抓到我。要不是打不过你哥，这对兄妹可真讨厌。唉。我就知道你一定有1万积分。小意思。这代表着他已经击杀了1万头丧尸，他不可能不兑换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获得的积分更多。走吧，帮你杀僵尸去。你这脸皮可是真够厚的，胳膊要紧吗？还能战斗吗？搏斗能力不太行了，但还能用果实能力。让我先缓一缓，跟你打这一场可真够累的。切，明明是你单方面被揍。这对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怼得漂亮。你为啥一定要杀那头丧尸啊？以你自然系元素化的能力，他也威胁不到你。等你实力强了再杀他不行吗？丧尸进化到僵尸后，简直不再是一个物种。寻常枪炮已经对他无效，力量还大得惊人，各类车辆、房屋都防不住僵尸的攻击。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引出场外，正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你们。本来想要邀请你们，结果还赔进去了一颗恶魔果实。但我们发现丧尸会自动向人类聚居地靠拢，就算我把这头僵尸引出场外，但用不了2天它就会回去。现在人类无法抵挡它，所以将它杀掉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他发现我就是传闻中的青龙大佬后，便升起了将我引到僵尸处的想法。夜龙杀尸，到了，就在这附近。你自己小心点，有危险就逃。僵尸还不是你现在实力可以对付的。但这还不够。有他在前面顶着，我只需要放心输出就行。沙沙果实不是能够吸水吗？你把它身上水分吸出来，把它吸成干尸，也许能削弱它的战力。万把他身上的丧尸病毒吸到我体内咋办？这货还挺小心，既然坑不到他，那就算了。四肢都失去行动能力了，你砍掉他的脑袋吧。你这条钢鞭可真够狠的。我现在还不到铜皮境，击杀僵尸属于跨2级，直接获得100倍积分，1万积分。这头僵尸的防御力他可是尝试过的，他自己根本无法将其破防，但如今却被敖星用一条钢鞭直接将其4肢打成重伤，失去反抗能力。若不是雷与火削弱了僵尸的防御，他甚至连重创其头颅都做不到。想想自己被震伤胳膊的那一击，他心中暗骂了一声变态。难道幻兽种都这么强？这还是要将僵尸留给他，不然我早解决了。哥，你为何不直接杀掉这头僵尸啊？把他4肢打成重伤干啥？为了让李婚能亲手解决他，杀他，然后把积分给李辉不就行了？李婚这货等级比自己低，击杀僵尸获得的积分是自己的10倍。这好像也是一条发财之路。自己将丧尸打残后让敖月杀，奖励的积分起飞直接翻10倍。与李辉分别后，我们2人继续开车向东方行行。与李辉结盟好处的确不少，未来他的势力很大，到时候就能利用神赐会员的特权，与李辉势力做交易来赚取积分。向东3天没有收获，离家17天了。世界彻底变了，停水停电，交通瘫痪，人类文明的一切都被毁灭。各国军方的镇压反而催化了丧尸进化。大洋彼岸的白头鹰和北方毛熊甚至动用核武器企图消灭一波丧尸，结果直接催化出比僵尸更强的3星丧尸毛尸。那些地方已成鬼域，没有生灵，没有生物，只有丧尸。卫星导航也失效了，但我有上一世的经验，方向和距离都记得。
宝物！我又感应到宝物了。等级太低，力量不够，哪怕打残了，他解决一头肉食也要很久。但积分速度确实提升了。我知道再过不久，神赐空间的积分规则就将转变，届时获得积分需要的将不再是击杀丧尸，而是看对丧尸造成的伤害来平分。这种薅羊毛的机会不多，我前世一直在末世的最底层挣扎，压根没有享受过这种薅羊毛的机会。这一世虽然可以让熬夜薅羊毛，但也有利有弊，缺点就是熬夜少了战斗的机会，实力提升就会变慢。霸气的修行全在断体和战斗。末世中一步慢就步步慢，那些强者无不是时刻战斗着，方才一直让实力处于领先地位。是他。你们是谁？哥，这是我前世的仇人之一。大勇，我要杀了你们！哥。可是，一个3、4岁的孩子，总不能威胁到哥哥吧？你的头给我，这个也要杀吗？给他个机会。选一个，选对了我就不杀你。哥，他选了肉，还要杀他吗？我杀了他全家，他却选择肉而不选刀，如此深沉的城府，此子断不可留。如果他选刀呢？选刀就代表他记仇，要杀我，要杀我的人当然得死。如果他2个都选呢？贪得无厌，等他长大恐怕杀我一个还不够，要杀咱们全家，那就更要除掉。如果他什么都不选呢？现在就敢不给我面子，以后还不得弄死我？所以一定要杀是吧？那你搞这么多花样干啥？话说你和这一家到底有什么仇啊？你在找啥？梳妆盒里总不能藏人吧？你连塑料袋都要翻。谁知道有没有人吃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恶魔果菇，比如会变小，或者会变成塑料袋什么的。这颗果实藏得很严密，在许多果子中间，若非熬夜能够直接锁定其位置，就算我知道果园里有恶魔果实，想要找到也不容易。这颗果子也许就是前世中那人吃的那颗，那颗果子可真强力啊！那个男人曾经是我小队的一员，他的家人我也曾帮助过，后来背叛我，投靠了一名更强的人。这些本无可厚非，乱世中改换门第不过是家常便饭，谁强就跟着谁混，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住在这里了，而是领着老婆孩子进入城市之中。他的父母没听他说过，也许是死在了路上。再后来，他竟然带人袭击了我的基地，导致我们损失惨重，再也撑不下去了。随后我就带人投靠了另一名强者。某天我们双方发生火拼，那个组织被团灭，我杀了他和他的老婆。
有一个一直跟着我的人劝我放过他的孩子，我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放过了那孩子，他日后找我寻仇，让我数次险死还生，最终在一对狗男女的策划下，被他设计害死。冤冤相报何时了？但若不斩草除根，只会后患无穷。喵的！还有那一对狗男女，别让老子找到他们，不然定要让他们为前世的所作所为为何放火烧家！哥，这一世我们有这么多恶魔果实，不会再被人欺负了。5天后，我们重新返回汴城。这个时候，各大省城因为军队的镇压而出现高阶丧尸，但汴城这种5线小城市反倒因祸得福。回到家门口时，车子还剩半箱油，以后再想出去就不方便了。咦，孟奎做的不错呀。当然，若是有僵尸的话，他们可以轻松破坏这些障碍物。好在汴城没有那些高阶丧尸，障碍物的中间是好几层厚厚的大铁门。也不知道孟奎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但看到旁边有一辆大货车时，我便知道这应该也是孟奎找到的。妈，我们回来了！你们怎么从卧室里出来了？我看咱们楼道门口被障碍物堵住了，如果破坏了多可惜，就直接变成青龙飞上来了。视力受伤，大概率是被丧尸所伤，他可是会尸变的。孟奎怎么了？孟奎为了帮你妈挡丧尸，被抓到了肩膀，但我已经用手术果实的能力将那一块肉取了出来，不会感染的。丧尸病毒极其剧烈，一旦感染尸变很快。仅仅取出一块肉，真的会没事吗？老大，放心，我住在楼下，就算被感染，也不会连累到你们的。陈家那家人出事后，孟奎去弄了点建材，将咱们大楼护住了，然后他就主动搬到1楼去住，说能帮咱们尽早发现异动并抵挡。原来如此，我研究过变异的病毒，它会让血液产生异常变化。之前孟奎刚被抓伤时，我就用手术果实的能力将他被咬到的地方分离出来，那里刚刚开始变黑，其他地方都没事，应该是还没来得及传播。我一直紧盯着孟奎的身体，防止他突然出现异常伤人。见我不放心，孟奎主动下楼，而我也跟了下去。你现在手臂受伤，战斗力下降，若是丧尸来了，你很难抵御。我在，可保你无忧。当然，若是你尸变，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你处理。我明白，老大。兑换成功，消耗神赐点100。这东西不仅有着很好的恢复体力效果，还能治愈外伤，一块价格足足100积分，是这个时期的人所用不起的奢侈品。吃下这个吧，能帮助你快速治愈手臂伤口。我将大棒肉递给孟奎，虽然这东西不能抵御变异病毒，但疗伤的效果不错。我足足在孟奎房间中待了半天时间，确认其身体并不会出现异常，这才带他重新上楼。老大，我就不去了吧，在楼下就能休息。你做得很好，有功自然要赏。老大出去这么久干什么？不就是去找恶魔果实去了吗？难道自己也能得到一颗恶魔果实？小月，把恶魔果实拿出来吧，我们鉴定一下，看哪个比较合适。除了响雷果实，一共有4颗，省城工厂1颗，山林野地1颗，李辉送了1颗，还有最后的果园1颗。哇！小星，鉴定费需要1000，4颗就是4000，也太贵了吧？张红觉得花钱鉴定果实很没有必要，这个东西谁不是得到就吃？这些天他们老两口也渐渐熟悉了末世的生活，并且对于恶魔果实、霸气等一套系统都有了很深的了解。有我提前给的积分，现在他们的体质也好得很，虽然还达不到觉醒霸气的程度，但精神面貌都年轻了一些。咱们有小月，恶魔果实肯定不止这么多，当然要吃最好的，鉴定还是很有必要。超人系缝缝果实，动物系牛牛果实幻兽种摇熊形态。动物系鸟鸟果实幻药种炫日鸡形态。动物系牛牛果实古代种
板齿修行台。竟然有2颗幻兽种，多宝鼠绝对有加幸运的隐藏属性。古代种板齿犀，远古巨型犀牛，拥有超厚的皮毛以及一只巨大的尖角。咬狠则是传说中的异兽，其象如牛，长着4只脚，毛发很长。相传其自带特殊能量，力量极强。至于韶日鸡，那干脆就是神仙。28宿中的星日观也绝对不同凡响。妈，你先挑吧。除了那个古代种的动物系，其他3个都挺好。超人系的缝缝果实能将一切东西缝起来，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困敌能力堪称无敌。开发的好的话，想必不会比线线果实弱。当然，我更希望你选择这2颗幻兽种，毕竟末世中身体才是根本，果实不过锦上添花罢了。我选缝缝果实吧。这几天我也看了不少恶魔果实的介绍，这个果实能力也不错，正好你妈是做服装的，也喜欢这个能力。你爸还想着抓个丧尸研究一下，有这个果实也能把丧尸完全困住，帮助也挺大。幻兽种就留给你们年轻人吧。线看起来很短，但他知道这根线的长度取决于他的体力，只要他体力不被耗尽，线就是无限长的。用针刺向桌面，完全没有任何阻力，很轻易的就刺了进去。而后针穿过桌面，他蹲在地上，又用针刺在地面上，又是轻易刺入，将桌子和地面缝在了一起。哇！还不错，只要老妈把速度练上，完全可以将丧尸缝在地面上，然后慢慢制服，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给老爸做研究用。如此一来，父母都成为了能力者，战斗力大增。这2颗果实，你们选一下吧。这些天你们做得很好，这是你们应得的奖励。柳熙瑶一直贴身照顾自己的母亲，战斗时护在母亲身前，战斗后又贴心的为她捏肩捶腿。那天陈家父子突然发难时，还是他一直警戒，将2人制住。虽然神赐空间的交流群里他说的轻松，但后来我知道，当时冲突太突然，他也受了点伤。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不容易。至于孟奎就更不用说了，为了保护自己老妈，他还被丧尸抓伤了一下。要不是老爸有手术果实的能力，他此时已经被感染了。虽然知道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要回报的，但这才正常嘛。我又不是王霸之气，又没有摄服八方让人纳头变败的魅力，做得好就赏，做得差就罚才是长久之道。自己的底线就是不能背叛。孟哥是力量型的，那个摇篮一听就是力量猛兽，更适合孟哥。哼！袅袅果实应该能飞吧？我体质不如孟哥，如果能飞的话，对我帮助会更大一点。主人觉得呢？你们自己选，这是奖励给你们的。我同意柳妹子的话，如果老大没有意见的话，我就吃这颗牛魔果实了。我自然没有意见，拿出来就是分给他们的。我不怕这2人吃过果实后起野心，我的优势可不仅是青龙果实，还有霸气天才的天赋、神赐会员的称号，一步仙则步步仙。莫说这2人吃完果实后实力也不如自己，就算他们偷偷背叛，自己也有的是办法应对。况且我深知，末世中势力虽然重要，但势力的根本还是首领，我才是那根基石。吃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主人放心，西瑶永远是您的人。老大，我孟奎也将誓死追随您。吃吧，表忠的话我听多了，至于是否忠心，还要看怎么做。我不会因为一句话而彻底信任他人。哎，不好！
动物系的身体基本都很大，到外面去，别把房子弄塌了。果然少少果实狗都不吃，这鸟好漂亮啊！好厉害啊！干得不错。他们好强，为什么我的多宝鼠就只能逃呢？天哪！经变成右线幻兽种。一个地方同时出现2个幻兽种，这概率也太低了吧？啊，羡慕了，我也在变成，我要去投靠大佬。你们现在都已有恶魔果实能力，自保已经问题不大，分散开来清理丧尸吧。父母也都有了超人系的能力，看起来配合的还不错，甚至父亲还收集了几块丧尸的样本，说是要研究一下，但家里并没有研究设备，于是父亲打算去一趟中心医院，那里有些器械也许还能用。而我则开始猎杀肉狮，将其4肢制住后交给熬月解决，可惜熬月的攻击力实在有点低，每次都需要耗费许久才能击败一头肉狮。不行，太浪费时间了。这种单纯的挥舞动作虽然也能起到锻炼的作用，但效率太低。熬月的体力也有限，如此下来，哪怕积分多了一些，他的实力也会提升得很慢。末世里，实力比积分更重要。此时街道上也有幸存的人在利用各种方式与丧尸战斗，哪怕如今末世已经过去20多天，依旧没有获得霸气修行法的人仍然很多。与之相比，我们几人对丧尸的清剿就显得异常热烈。青龙大佬在哪里？变成幻兽种能力者会收人吗？我知道，他们就住在我的楼对面。不只是那2个新出现的幻兽种哟，青龙大佬也和他们在一起。3名幻兽种变成无敌。咱们变成现在连一头僵尸都没有。听说京城现在已经有4星丧尸出现了，我看了视频，那玩意儿一拳轰出跟核弹似的，现在没人是他的对手。这些消息，我这种一直处于战斗中的强者，压根没有时间去关注。我想去投靠这几个大佬，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收留我。哥，慢一点，我跟不上了。为什么我的恶魔果实不是西瑶姐那样的战斗型啊？剧烈的战斗让我热血沸腾，一股霸道的力量流遍全身，附着在自己骨骼上，自己骨骼正在这股力量的帮助下迅速强化着。那是霸气正在融入筋骨，一旦完全融入后，我的骨骼将会如同钢铁般坚硬，哪怕皮肉受损，骨骼也依旧永世长存。这一境界名为铁骨。与此同时，变成城西的一座高档小区中，有100多人聚集在这里，为首的是一名浑身长着鳞甲的人。打听清楚了吗？抬眼望去，这座不大的小区中是一栋栋独立别墅，小区外是高2.5米的铁栅栏，现在这些铁栅栏处又被堆上了一层水泥墙，用来阻挡丧尸靠近。这里俨然如同一片世外乐土一般。而在身后的别墅中，许多神情落寞的女人露出失去光彩的眸子，她们大的30、40岁，小的不过10几岁，却都是肌肤白皙、养尊处优之辈，和外面这些皮肤粗糙、面容粗犷的汉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大，打听清楚了，他们在小太阳小区，那里是一处比较老旧的小区，并且从交流群里住在那附近的群友所说，那个小区里面的丧尸已经被清理干净。坤哥，那可是幻兽种啊，我们能是对手吗？幻兽种怎么了？咱们坤哥可是古代种，比那些神话中的不死鸟、远古飞龙更强大的古代种，咱们的人也比他们多。末世刚开始，体力都有限，耗也能耗倒他们。变成就该是咱们坤哥的，以后变成的幸存者都该跟着坤哥干。
众人的吹捧让冯坤很受用。他在末世前只是一名普通中年民工，机缘巧合下获得一颗奇怪的果实。幻兽种也要服服帖帖听老子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都拿上家伙，跟老子走！充分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注意发力技巧。哟，可以啊！这个反应速度已经不单单是普通的反应了，而是觉醒见闻色的象征。没想到敖月还没觉醒武装色呢，就先觉醒了见闻色。有见闻色辅助，敖月的战斗更加游刃有余。你需要学会舍弃那些无用的动作，用最低的体力消耗完成最高效的攻击。我记得变成城西有一伙势力盘踞在一处高档小区中，这些人实力还不错。最关键的是，这帮人在末世前都是民工，在基建方面比别人熟得多。我快速整合前世中自己有记忆的信息，丧尸的进化很快，大楼、铁门等障碍将无法再阻挡他们。若自己想要建立安全基地的话，这些有建造经验的民工就会很有用。另外，水源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停水停电，我储存的水源也快要用完了。想要继续生存，最好将基地建在黄河岸边，不仅有充足的水源，更关键的是，在汴水这段黄河的河床中有大量海楼石。海楼石不仅是对付能力者的克星，其极为坚硬的特性也是末世中最好的建材。这伙民工势力的首领名为冯坤，他的果实为动物系龙龙果实，古代种霸王龙形态。小月，咱们往西边去。记得之前孟奎就是去了西面清理丧尸，也不知道是否会与冯坤势力相遇。前期的变城中，除了城西的冯坤势力，还有盘踞在城南化工厂的张衡势力，城中心依托鼓楼城为防御的杨少飞势力，以及城北钻进铁塔为基地的徐文浩势力。这四人在前世号称变城四皇，其中冯坤和徐文浩为恶魔果实能力者，其他两人竟凭借着普通人的身份，硬是靠修行霸气，与冯坤两人相持了许久。当然，最后没有一人成为最后的赢家，被神都的一位大佬吞并，并且这位大佬还统一了豫州所有势力，并与冀州的强者联合，阻止沙漠皇帝李辉向东南方向扩张。这也是为何李辉后来向北向西一直打到了中亚。怪不得老大喜欢用钝器，实在是要断点太不经用。以后我也要和老大一样用重武器。就在这时，有一大群人正浩浩荡荡地朝这里走来，他们使用各种武器交替抵挡周围丧尸，竟隐隐形成了某种军阵。这些人有点门道啊！他心里没有多想，向后退了几步，打算让这群人通过，但是他们却停了下来。你就是那个幻兽种能力者，跟我混吧！我有吃不完的食物，不尽的资源，跟着我，让你一人之下。切，你算什么东西？看来你是想死了，以为自己有幻兽种就无敌了。好大的力气！这个世界上除了老大，不可能还有人比我力气更大。他是什么人？看来你也是力量型的果实了。我是龙龙恶魔果实，古代种霸王龙形态。你的幻兽种能在霸王龙面前撑几个回合？我已经力竭，虽然吃了水肉，但持续不了多久。来吧，让我看看传说中的幻兽种究竟有多强！牛，区区食草者也敢与我堂堂霸王龙抗衡，我可不是吃素的。若你向我老大效忠，我还可以饶你不死。你老大，哈哈哈哈哈！原来你也不过是别人的走狗。走狗，能做我老大的走狗是你的荣幸。你这蠢货，不识好人心。幽冥斩！臣服或者死！想让我孟奎臣服，这世上只有我老大一人可以，你还不配？既然想死，老子就成全你！我就要死了吗？老大，我的人你也敢杀？霸王龙以力量和防御著称，此人连恶魔果实能力都没有，也没有用霸气，仅凭一掷就击穿了我的身体。有如此强者，感动我的人，我腻了。老大，连只小小爬虫都打不，
幻兽种给你可真浪费。末世中敢随便耗尽体力，以为有了幻兽种，丧尸就不再是威胁了吗？人才是末世中最可怕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留一份防备人心的力量。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猖獗？霸气，霸王色，你怎么会这么强？他是谁？我的老大，传说中的青龙大佬。若非个趁他体力耗尽时出击，我连他的面都见不到。向我老大效忠，或者死。我愿意认青龙大佬为老大，你们呢？愿意跟我一起投靠青龙老大吗？老大没有直接杀掉这些人，他是打算收服他们。我们愿意，我们以后就是青龙老大的人了。大哥，您叫什么？我们也好称呼您。这群人立场不定，毫无骨气，但形势比人强。丧尸来了，继续战斗吧。这头肉食交给你，我看看你的进步。注意他的重心，对，从侧面切入，利用速度拉开距离，不要硬拼。生命归还，从食物中汲取养分，恢复体力，修复创伤，这才是此刻最需要的。蛻用于地面高速移动，越不可踏空而已。青龙飞行需化兽形用烟云托举，不如月步这般简单有效。续航与机动，此刻都已齐备。我发现通讯频道中有孟奎对自己的留言，点进去一看，是孟奎已经收服冯坤势力，并将冯坤势力的情报简短汇报了一下，向我询问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人归你了，他们有你统领。冯坤等人还不配进入核心层，交给孟奎正好。但那些被控制的女人，身体会越来越差，扛不住未来空气中的丧尸病毒。若失话，只会添麻烦。这些女人我会交给柳溪瑶带领，等会儿她会去找你，你去接收并整合那些被控制的女人。启动资金358积分，已转给你。柳溪瑶没有立刻回话，应该是在战斗中。城北，徐文浩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者。但我的目标不是他，这个少年未来会是神都内围为大人物势力中的2把手，拼命三郎，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末世中敢战的人没有实力差的，哪怕是现在的杨少飞、张衡，在他面前也黯然失色。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少年曾经帮过我。铁塔扛过炮火，也扛住了丧尸，但他的空间容不下太多人。徐哥，听说咱们变城有3名换种恶魔果实能力者，如果能把他们也招揽进来，咱们这个队伍就是无敌的。咱们不能随便招人，最重要的是那些人的人品，而不是能力。小飞觉得呢？嘘，小心，有人来了。徐文浩，出来聊聊。是冲自己来的。徐哥，来者不善，恐怕是那几个幻兽种恶魔果实能力者。对方既然知道你，肯定也知道你是能力者，这就说明他们有对付你的把握。大门都被打碎了，我如果不出去，他也能够杀进来，到时候你们都要危险。都在塔里待着，我出去会会他。请问阁下是坤阁，还是那几位幻兽种能力者之一？这人不简单。说起来，哪怕是自己前世的记忆中，徐文浩这一股势力都很特立独行，他们之间相互扶持，还存留着末世前的温情，其团结程度也远超其他大势力。但是徐文浩最后也是消亡在这种模式上，他以为能够辨别每一个人的人品，可人心哪里能够测量？我这次找你只有一个目的，我要一个人，这孩子跟我有缘。小飞是和少年有仇，还是看中了他什么地方？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袁飞。你为什么会认识我？你要小飞干什么？他跟着你太浪费了，我能最大程度把他的潜力挖掘出来。我徐文浩虽然不是什么高手，但阁下这话就太欺负人了吧？徐哥，你怎么样？霸气！
你的恶魔果实能力不错，是最稀有的自然系，若是开发的到位，也能成为高手。徐文浩的命理是自然系铁恶魔果实，和金果实不同，铁果实是可以元素化的，也可以凭空制造铁元素，它可以化作液态金属，改变身体形状，操控周围的铁质物体。但是现在他连我普通一拳都扛不住，还要继续谈吗？这人实力不错，也有价值，只不过他的性格太过慈善，我不喜欢，所以我若我不同意呢？不同意，机会已经给过你们了。我承认你很强，这么早就能觉醒霸气，可是就算你真能杀我，你自己也一定不会好过。喂，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我哥连恶魔果实能力都没有，武器也没有，空手就将你击飞，你觉得自己有反抗的机会？别说你了，就算是僵尸，我哥都已经收拾过2头了。你是幻兽种青龙恶魔果实能力者？没错，我哥不想为难你们，所以没用恶魔果实能力，不然你们哪有反抗能力？而且那个少年跟着我哥，怎么也比跟你强啊！青龙。神话生物的实力之强，若对方战力全开，我恐怕会真到有。没了我，就算他不杀其他人，其他人又能在末世中活多久呢？徐哥，我跟这位大哥走。小飞，徐哥，谢谢您这几天对我的照顾，小飞永生不忘。若你受到了什么不公的待遇，徐哥永远是你徐哥。虽然我这一世行事果决，但我依旧愿意给心怀善念的人一线生机。只要不……敖大哥，袁飞跟您走，请您放过徐哥。跟我来吧。学习过霸气了吗？徐哥给我们每人10积分，让我们学了武装色霸气，但我现在还没有觉醒。把剑丸色和霸王色也一起学了。接下来迎接你的是专业的能力训练，训练依旧是训练，坚韧不拔的毅力，永不服输的精神，沉稳果胆的胆魄，这是觉醒霸王色的基础。普通丧尸太强，能让我认真起来的也只有2星的僵尸，变成也差不多该出现僵尸了吧。和这些普通丧尸战斗虽然能够获取积分，但对于提升实力的效果微乎其微。我如今霸气入骨，距离铁骨境已经不远，没有激烈的战斗，霸气修行就慢了下来。哥，你为什么一定要他呀？这孩子不一般，在我的前世里，他可是闯出了不小的名堂。他的忠心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只要他存身的势力存在，他就是尽心尽力的类型。但若是势力消散，投身下一个势力后，依旧会去踏踏实效力。老实打工人，一点野心都没有。老板没了就换个老板，奇葩的很。哥，这声音哪来的？老鼠，好大的老鼠！你自己也是只小老鼠，怎么还怕老鼠呢？那哪样呀？我是可爱的多宝鼠，不是这种脏兮兮的大耗子。老鼠不动了。你连丧尸都不怕，竟然还怕老鼠？那不一样，丧尸在电影里见多了，老鼠主要是膈应的慌。哥，你不赶他们走吗？留着一群老鼠做什么？饿了吧？尝尝。很好。哥，你喂它吃丧尸肉干啥？一群老鼠围在这里，这个场面看着怪怪的。这一刻的鼠王觉得自己可以屠龙。畜生果然还是畜生，一点也不懂感恩。咦，这是什么？也算晶核吧，但和你认知中的晶核不一样。这个东西只对我们能力者有用，被称为觉醒结晶，可以帮助能力者提升恶魔果实能力，并加速果实觉醒。至于提升实力境界，还是要靠战斗来锻炼霸气。这个东西没用，觉醒晶体需要由生物吞噬丧尸肉体，被丧尸病毒感染而不尸变者，其脑海中将会有几率诞生这种结晶体。一般来说，一个生物群的首领诞生结晶体的概率更大一些。前世里，当人们发现这种东西后，就开始想办法饲养各种生物，并为他们吃下丧尸的肉圈，以达到人工产出的目的。甚至有丧心病狂的组织用人来做培养皿，人也是生物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可以产这种晶核，不仅导致基因变异脱离人类形态，连自我意识都会消失，成为一种新的更加危险的物种。他们被称为鲸人，人通过吞噬丧尸而进化，同族血肉对他们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当然，鲸人的大脑结晶对于能力者而言也是大补，双方见面必是不死不休。以后咱们也要弄个培养基地，不只是保护家人，很多东西只有自己一个人是做不成的。现在有了冯坤势力那帮民工团，可以考虑建立初级基地了。街道上，哪怕我解决了这么多丧尸，被清理掉的街面很快就有丧尸重新游荡过来。城市中的丧尸丝毫不见减少，他们要想办法获取物资，要击杀丧尸获取积分，获取积分后还要战斗来提升实力。忽然，街道骚乱了起来，不仅是人在往房子中跑，就连丧尸也似乎看到了天敌一般四散逃开。那可是没有任
任何智慧的丧尸啊！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出现了更高等级的丧尸。威压之下，他不允许这些低级丧尸出现在自己身边。哥，是僵尸。站远点，保护好自己，有危险了，直接遁地走。此刻我的实力比起第一次与僵尸对战又强了不少。坏风，整场战斗不过3秒而已。好强！是那位传言中的青龙大佬。街道上远观的袁飞也惊呆了，他已经知道我很强，却不知道我竟然这么强。身在末世，大丈夫就该如此顶天立地。怎么样，我哥强吧？在战斗的最后一刻，我感到霸气彻底与骨骼深融。那一瞬间，我的力气增加了10倍不止。这是已经跨入炼体的第2境界——铁骨境。迈入铁骨境，加上青龙恶魔果实，我足以与3星毛氏一战。但现在变成并没有毛氏，隔壁省城倒是有，但我也不至于为了杀毛氏而去省城。城西别墅区，柳溪瑶看到我的命令后，也已经赶到这里。这是老大的女人，收起你们那龌龊的思想。孟哥，对不起，我的错，对不起，我的错。你认错态度太差，对孟哥和老大不敬，下次再犯轻饶。对不起，我的错，对不起，我的错。可以了，再有下次，杀无赦。那群女人在哪里？把她们都带出来。抬起头来。我叫柳溪瑶，从今天开始，你们归我统领，跟我一起变强战斗，你们就能摆脱当下任人摆布的命运。和丧尸战斗吗？那我宁愿就这样苟活。内信图并非只有被咬才会被感染，空气中也存在着少量丧尸病毒，会轻易感染体质虚弱的人。是啊，为什么要战斗？那根本就是去送死。你不也是跟着强者吗？装什么清高呢？以为拿把刀就能当强者了？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怎么不说话了？原来传言中的第3位幻兽种能力者是刘姐。孟奎和柳溪瑶都是敖星手下，3名幻兽种的势力岂非无敌？你们以为躲起来苟活就能一直安全吗？空气中也有丧尸病毒，会感染体质弱的人，并且随着末世进程加深，病毒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若是不修行变强，哪怕躲起来，最终也难逃被感染的命运。修炼霸气，锻炼体魄，成为强者，不仅能给你末世中的尊严，还能很好的活下去。靠自己变强，你们才能拥有选择的权利，不再任人摆布，而不是沦为别人的附庸。我听孟奎说了，你们有些是这个别墅区富豪的家人，有些是被他们从旁边小区掳来的。你们的亲人，有的被丧尸所害，也有的是被这些人伤害。你们不想为亲人讨回公道吗？孟哥，这闭嘴！你真的能让我们讨回公道？我做主，给你们一次公平决斗的机会，就能在我的见证下向伤害你的人讨回公道。如果我超过你呢？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好，我跟你战斗。你们呢？跟我一起战斗变强，成为我的部下。我会负责你们的饮食，也会给你们变强的机会。同时，你们也无需再受这些人的摆布。若不同意，我也不勉强。你们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可是，如果你的首领要求我们做些不情愿的事呢？首领心怀大义，从不会逼迫他人做不愿做的事。当然，若是基地有集体任务，所有人都需配合，这是身为基地一员的。我也愿意战斗，丧尸太可怕了，我没勇气战斗，只想安安静静活几天算几天吧。行吧，人各有志，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思思，今年19岁。从今天开始，你做我的副手。是。经过统计，
此次愿意跟随柳细瑶的一共有31个人，若是让这些人直接投入战斗中去，无疑是让他们置身险境。真的让他们找我们讨回公道啊！我们之前都有过错，若真的被追究，怕是不好收场。怕了？怕呀，孟哥，那姑娘的眼神你也看到了，她是真的记恨我呀。那就别让他们超过你。只要你一直比他们强，凭实力立足，还用怕被追究？别站着了，都跟我出门清理丧尸。还不错，他们归你统领了，不用向我汇报。和将民工团交给孟奎一样，我也懒得管这些事情。这些人若是不行，随时可以更换，只要管住核心的几个人就行。以后你住这里，等会儿我会给你送点食物。把它置于掌心，用心去感受它，其中的能量就会流入你的体内，能够强化你的恶魔果实能力。哥，我的藏宝空间现在有20立方了，而且我能感知到宝物的范围也扩大了1/10。哥，这个结晶太神奇了，现在我能装更多的东西了。可是哥，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试下的话，你的青龙会更强吧？我已经铁骨境，实力很强，实力越强，恶魔果实开发就越快。而且这个结晶太小了，对我的作用不是很大。但给你就不一样了，你可是咱们家的钱袋子，我预料中鳌鱼的藏宝空间会变大不少。如今看来，没有让自己失望。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刀还是剑？这少年很有培养价值，给他一件好的兵器，他能成长得更快。我以前用过菜刀，也弄过一柄斧头，都容易卷刃，还没有钢管好使。而且我看敖大哥用的也是钝器，我还是用钝器吧。现在袁飞年纪小，虽然敢拼，力气毕竟也是有限，又没有恶魔果实能力，也没有觉醒霸气。如亚尔丽卡的狼牙棒这种武器，对于袁飞而言太过沉重。你先用这个吧，虽然都是钢管，但比你手里那根好一些。多谢敖大哥。大楼的入口处有障碍物，只要不是僵尸，这里还是安全的。你休息好了就去和丧尸对抗，尽快觉醒霸气。你也在这里练级，我去黄河边看看。末世这么久，自来水早就停了，城市中也没有水源，建立安全区必须要在河流边上。距离这里最近的河流就是北边的汴水，并且上一世中，冯坤就带领他的民工团在汴水岸边建造了一个安全基地，并不断扩张，收拢流民。我现在就要去看看，找到那片产出海龙石的水域，用海龙石当建材，能让基地更加坚固。如果遇到危险就跑，给我发消息。我会尽快赶回来。进阶铁骨境后，我的体力更加充沛，从家到汴水这段距离，完全可以飞过去。给我去！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翘课锻炼身体，即使是面对老师的挂科警告和女友柳如烟的分手，我也无动于衷。只因重活一世的我知道，只要再过1个月，全球就会长出各种恶魔果实，届时只要得到恶魔果实者，就能得到超凡力量。而前世我即使获得了超凡能力，却还是因为果实能力低能，身体素质太差，惨死在丧尸潮之中。鸟类丧尸没有羽毛就不能飞，至少进化到肉食才能重回空中。若进化到最后，飞行速度和能力会让他们成为最危险的杀手。但眼前这只不过是肉尸而已。这里曾经是变成人喜欢烧烤的地方，丧尸爆发后，几乎已经没有人类了。游荡的丧尸被人气吸引，正缓缓向城内靠拢。逃到城外苟延残喘的人，食物早已耗尽，只能靠偶尔捕到的鱼度日。就算没有物资，人本身也是物资。连霸气修行资格都没有兑换到的弱妇，又怎么可能劈开我的皮肤？你是什么怪物？你是丧尸！想死还是想活？恶魔果实对肉体的强化，加上铜皮境的加持，哪怕没有开启霸体硬化，
也不是普通人能伤到的。小胡，大哥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少废话，去河里找一种漆黑的矿石，如果能找到，我就放你一条生路。没问题，我这就去找。黑色的石头有很多，还有其他特征吗？没有。海楼石正是因为极为普通，才会到很久之后，才有人意识到蓝星也有海楼石。完了，要被丧尸袭击了！还不去？丧尸被吸引来了，正好。他们想袭击人类，也想吞噬同伴进化，但连我的皮肤都咬不穿。郊外人烟稀少，丧尸不多，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这条从雷祖官得到的武器好像有些不同了，表面锈迹在脱落，露出原本的颜色。每天手持这条钢鞭，霸气渗透的速度比前世记忆中的那柄刀还要快。虽然品质不如它，但照这个速度下去，被霸气深度改造后，或许能成为同等的品质。可能这就是在个人信息中将其列作装备的原因吧。一个末日前的神像手中武器，为何会有这些神意？上一世从没听说哪位强者用钢鞭做武器，大家用的都是从神空间兑换的武器，或者来自秘境，再或者第二神赐降临后去获得斩破刀。这种凡间武器却从未出现过。和漫画不同，末日降临后，所有河流都会出现海楼石，大海深处最多，只有湖泊或潭水没有海楼石。那里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哪怕带有海楼石因子的水流入，也会被净化。现在海楼石因子不强，我还能潜入，只是无法触碰。等以后时间延长，河流和大海将会成为能力者的禁地。大哥！是那家伙，原来他从变水异变，这才是我不下水的原因。海楼石因子会令我虚弱，若与他遭遇，恐怕不是对手。这个大家伙沿着黄河游走，途经落水时，神都的那位强者想要击退他，却险些被拖入河中。他在黄河兴风作浪了很久，让依托黄河建造安全基地的各方势力苦不堪言。可是为了水源，哪怕有危险，各方势力也依旧要在岸边建造基地。好在黄河中的强大怪物不算多，也不会总窝在一个地方，他们只能祈祷不会遇到这个家伙。不仅是黄河、长江、淮河，各处河流都有怪物出现，有些被击退，有些顺流入海，还有一些在河流中兴风作浪，随时袭击岸边的生物。得想办法把这个大家伙制服，但一时间也没有好办法。前世中是在后期，那些非能力者成长起来，无视海波式克制，才能联手在河流中斩杀水怪。但现在有战力的都是能力者，想要入水制服水怪并不容易。他出现了，体型不比我小。抛雷！热血！不过是一些鳞片被烤焦了而已，并未伤及血肉。本打算先赶走他，既然不逃，那就直接收拾了。
铁骨境加上霸气，还是扛得住。给我！龙蛇相争，豪雷！下巴被我扣住，他只能缠绕，可我在半空，他够不到。头尾都被制住，看你还怎么挣扎！2块刀级别的锁链，用这个固定，它一动就会牵动伤口。头尾都被固定，任凭他力量超凡，也难发挥分毫。制服这条魔兽可真不容易。这东西就像海王类一般，河流终究有限，大海里的海妖更加庞大。还不肯服软，那就慢慢熬。蛇兄，先在这里待着，每天都会有丧尸残骸供你吞噬。等我找人给你弄一个海楼石房子，那时候你就不用这么受罪了，安心当我的精兽就好。拿水怪当培养皿才是最佳方案。普通生物吃丧尸肉，尸变概率9成8，族群领袖也不到5成，但巨蟒这类水怪成为精兽的概率无限趋近于100%。但水怪极难捕捉，哪怕是上一世能用水怪当培养囊的人也不多。如今他被制服，海楼石也在这附近，可以把民工团调过来了。只是从城西到河岸这段距离，末日中如同天堑。1天内到达。冯坤靠霸王龙能力还能过来，其他人很难。孟奎说1天能到，那就等着。小哥，我愿意支付物资，能不能从你这儿换点积分？潜藏的人还不少，20多人，老幼和妇女很难在这种环境下存活。有人会操作采砂船吗？我原来就是操作采砂船的。等过2天，我会在这里开工，你们给我工作，我支付你们积分。采砂船能采海楼石，河沙也是建材，正好用得上他们。没问题，我们一定到。这些人杂七杂八，但能扛到现在，身体素质还算不错。围在眼前碍事，让他们走了，给熬月留个言，这2天不回去了。这种巨兽不是轻易能困住的。闲来无事，正好练练铁。上一世的经验还在，很快就能找到要点。以巨蟒的体型，需要的丧尸能量可不少。他起初不愿吞噬，能感受到特殊能量在剥离他的自我意识。这些水怪已产生灵智。到第2审次期间，某些水怪俨然成了类似大妖的怪物。但在环境逼迫下，巨蟒最终还是慢慢吞噬了这些残骸。第100头残骸后，眼中失去神采，深绿色的丝线攀上双眸。锁被晃得吱呀乱响，刚变也有被挣脱可能。哟呵，还敢反抗？
力量增加了不少，眸子里灰绿色光芒暗淡了些，时而敌意，时而迷茫。脑海中已经出现觉醒结晶，但不急，继续培养。这么优秀的培养词可不容易得到，养得足够大，到时候取出来，才能得到更多好处。报告老大，民工团99人已全部就位。第一见他们时还有100多人，这才1天多，就剩不到彩人了。看到这巨蟒，他们对我的敬畏又增了几分。提前储存的水源快要用完，想要继续生存，淡水很重要，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安全基地，你们规划一下。不要小看这些民工，在他们家乡，房子都是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老大，请问建造基地有什么要求？建造高楼他们不行，但平层基地这些民工已经够用，以防御丧尸为主。丧尸会被人气吸引，当这里聚集的人多了之后，他们必然会来攻击，所以最重要的便是防御能力。其次，下水设施、排泄衣物等基本的卫生设施也要有，注意不要排到河流之中。第三，注意规划，要能不断的向外扩建规模，其他的就按照正常房屋布局就好。普通建材很难抵御丧尸的攻击，这里河床上有海龙石，那边还有采砂船，你们想办法将海龙石开采上来，掺入钢铁和建材中，能极大的增强基地防御力。海楼石，他们也想到了，也可能是普通人可以翻盘的资本，但现在既是防御建材，只敢想一想。孟奎，你去带几个人，将建材厂中的建材全都拉过来，一些非电力的设备也都弄过来。想要积分的就加入这个团队，包吃住，1天额外给1积分。你们也有，你们1天3积分。我们不比他们差，凭什么我们比他们少2积分？你出来。老大，什么事儿？看到他了吗？无论你们谁能击败他，我给你们1天5积分。一群连与丧尸战斗都不敢的人，也敢谈条件。大佬，您说的是真的吗？果然看到冯坤吊着胳膊，就觉得有机会了。谁能击败我，谁就能得到1天5积分的待遇。来啊，垃圾们，你们一起上！让我来，我要和你比试一番。想要积分的就过来，不愿意来工作的自便。终究要向生活低头。孟奎，交给你了。交给孟奎统领，他会安排好的。冯坤去拉建材，孟奎分工，采砂、清理、设计，各司其职。他带着人一边清理丧尸，一边监督工作。西面是省城，全国丧尸最凶险的地方之一。热武器助攻，丧尸已进化到3星毛尸，甚至有没有4星武尸，谁也说不准。省城内的能力者都死了不止1个，他们的生活笼罩着无比巨大的阴影。但这些强大的丧尸却恰好是我练手的对象。孟奎，每日往巨蟒口中塞丧尸尸体。我是敖星，青龙恶魔果实能力者，若有僵尸出现，可随时联系我，我去处理。哇！我操！青龙大佬现身了！大佬求大！青龙大佬太帅了！大佬，城南汽修厂这里有一头僵尸，他好厉害，那些大车都挡不住他，死了好多人。我也想跑，但僵尸就在外面，我不敢动。我马上就到。那里有躲在化工厂的一大群人，其势力首领名为张衡，这也算是个人才。
这就是末世中的强者吗？他们都在忙。是中，个人实力永远排在第一位，这些僵尸对他们而言是很好的战斗对手。主人，我知道了。今天有个女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离家推迟了1周多，担心有特殊情况，这怎么办？找我爸，医院里应该有药，能帮他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母体在怀孕期间和生产后免疫力下降，随时有被感染的风险。况且自身实力不够强，孩子也缺乏足够的病毒免疫力，出生就尸变的可能性极大。末世前期冒险孕育新生命，纯属活腻了。我明白了，主人。那些女人能用就用，别让她们拖累了自己。最多再过1个月，大洋彼岸的阿美丽塔就要使用杀手锏。此处和变城不同，等着自己的将是一场恶战，一定要将身体状态恢复到巅峰才行。是6式中的碳，虽然还不熟练，但在战斗中用来应急已经足够了。一条毛尸，4头僵尸，数之不尽的肉尸和脏尸。自己真的有可能死在这里，但是这才是我要的局面。不面对死亡，又如何突破自我？好在毛尸没有灵智，想只能被动散发。若等它继续进化，就能控制这种能量，对生物造成更大的伤害。
脸的运用越来越熟练了，但这毛氏的头骨比想象中更加坚硬。毛氏虽死，可躯体中浓郁的丧尸病毒还在，对其他丧尸而言是能促进进化的能量源，但我不能让他们现在进化。这一番大战之下，我体力剩余不多，若是再出现一头毛尸，我就扛不住了。再进行几次这种规模的战斗，我就能完全掌握其。仅仅靠吸收残骸的能量进化的并不快，这些普通丧尸想要进化到毛尸的程度，还需要很久。在前期没有霸气的时代，铁块的防御力有目共睹。铁块的高级境界是可以移动的，配合上霸气，在某些无法躲避的战斗中，将会极大的提升自己的防御力。指挥是通过气流的流动让身体自动躲避，见闻色的躲避要过脑，指挥则是全自动。脚下有着券的经验，我出脚的速度很快，但是依旧不够。蓝脚需要超高速且具有极大威力的踢技卷起空气产生斩击，我现在的出脚速度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不使用霸气，力量却翻了1倍。体魄的强化果然会带动霸气一起成长。纸枪已成，若是龙火，威力还能更强。踢的速度够了，但蓝人还差些功夫。只会配合铁块，不靠霸气也能扛住僵尸的攻击。不需要恶魔果实，也不需要兵器，现在的我光凭身体就够了。
没有用武器，没有用武器。自然系的能力在末世前期确实占尽优势。是普罗达尔的莎莎果实，用它，大佬好赚。李魂，莎莎恶魔果实拥有者身在并州，现在开始招募人手，有意向者向我报名。视频是他让手下拍的。自然系的能力，让他有底气去接任何想投靠他的人，哪怕不在一个城市。什么人能盖过我的风头？不会又是那个什么美女主播吧？话说那个小美女真亮眼啊！这是什么怪物？你确定这不是合成的？我的个乖乖，这货已经这么强了吗？开挂了吧？这货真是个变态。我又弄到一颗恶魔果实，你要吗？开价1000万积分，那100万。这个家伙运气也太好了，3颗恶魔果实了，1000万，幻兽种才值这个价。自然系100万到500万，强力超人系也能到500万，可他手里这颗大概率只是动物系普通种，不值100万。你应该已经鉴定了，如果是很强的果实，我相信你也不会舍得卖给我。说吧，是什么能力？开一个有诚意的价格，不然就不用谈了。我对恶魔果实的价位可比他了解多了，末世前期积分难赚，这价格得由我来定。这么急着卖，要么想换战技武器，要么就是普通种不值得留。不管哪种，这价格得按我的来。不是普通种，是古代种。这货是老天私生子吗？古代种对身体的加成可比普通种强多了。重重恶魔果实，古代种，沥青形态。蝴蝶，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什么。这才是他打算出售的重要原因。现在就赌敖星不懂，若敖星认为古代种就很强，他就能卖出一个高价。看在古代种的份上，5万积分。蝴蝶可不只是好看的花瓶，但这价值没必要告诉他。5万太少了，这可是古代种80万、8万、70万、50万、50万，便宜你了。你以为的便宜，其实是我的底价。1年内我去找你交易。现在积分不够，路也太远，但1年后，这些都不是问题。小心河中水怪。已经遇到了。黄河水怪不止一条，建基地没那么容易。话说，你怎么变这么强的？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一下？向死而生，这货没憋好屁。末世里向死而生，开什么玩笑？搞不好就重开了。杀个僵尸，那不是有手就行。谁敢下水？黄河水怪不止巨蟒一条，下水就是拿命去赌。我来，他们的实力不如我，我下水保命的概率更大一些。老大说河床中有海龙石，虽然出现的时间不长，但依旧能对能力者身体造成影响。你下水后实力未必能发挥出来多少，而且你的伤还未痊愈。海龙石对能力者的克制，不是谁都能扛住的。我来吧，我水性好。有些人平时像影子一样沉默，可当危险来临时，第一个站出来的往往就是这种人。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江涛。江涛，他不是个闷油瓶吗？怎么今天突然勇敢了起来？什么勇敢？找死罢了！这小子以前闷得很，让他开杆他都不愿，该拍马屁的时候不拍，这时候逞强出头，可真是个实诚人。末世里最怕的不是水怪，而是连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安静！你如果能够活着出来，我奖励你100积分。100积分，在末世里，这可能就是活下去的希望。浑浊的河水下藏着什么，谁也不知道。这一跳，赌的是命。黄河之下藏着的不只是海狼石，还有要吃人的怪物。孽畜！黄河水怪吃人从不犹豫，但想在我的嘴里抢食，没那么容易。孟哥，我找到可能是海楼石的石头，并且已经用锁链将它缠上。好样的，我这就给你转积分，100积分已到账。100积分。冯坤，一起来帮忙。海楼石，末世里最坚固的建材，也是能力者最大的克星。海楼石虽好，可加工它的技术不是谁都拿得出来的。变成黄河汉去打楼石。海楼石加工法需要10万积分。积分的事情你们不用管了，去把整个变材都拉过来，还有自来水厂的那些设备，能用的也拉过来。海楼石基地得抓紧了。河流中的丧尸病毒浓度和空气中差不多，不用太过担心。但是黄河泥沙太多，水源需要进行净化。另外，河流中掺杂有海龙石因子，若是直接饮用，对于我们能力者来说无异于毒药。记得先蒸馏，蒸馏能够去除水质中的海龙石因子。全是用血泪换来的经验，这一世绝不能再让家人重蹈覆辙。这里死过不少人，丧尸最喜欢这种地方。地下有东西。不要杀我！踢！你这样温文秀气的小姑娘，竟然会靠丧尸的力量存活。放开我！哟，还是异种惊人，看你的实力，吞噬的丧尸能量不少吧？异种惊人保留人类特征，战斗力比同类低不少。放了我！我从未伤过人类，我只是靠丧尸维持生存而已。求求你，放了我！放了你？你的脑域结晶应该达到2星程度了吧？让我看看。饶我！求求你，饶了我！
不想死，哪怕活着要以丧尸为食，哪怕这副身躯已不再属于人类，他依旧不想死，还是要死了。这个法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寒霜。你是不是有个弟弟叫韩雷？你怎么知道？原来是你。你好，我叫敖信。至少前世中，他对人类并没有恶意。也许他真的与其他精人不同。我欠你一个人情。没什么，跟我走吧。只要你不吃人，我就保你无事。可我已经不是人类，我变成了这种鬼样子。出去后，别人看到我一定会杀了我的。我在，没人能杀你。走吧。不用这么拘谨。若是需要补充力量，外面有我解决掉的丧尸，你尽管去吸取力量。聊聊吧，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前世，他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我原先是这个酒吧的服务员，末世降临那天。要面对的可能不只是丧尸，那些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只要能活着。外面全是丧尸，我们出不去，食物也没了，要不让他……放开我！不要！瞳孔深处凝结着冰冷的、坚硬的东西。你认识我弟弟吗？他如今怎样了？他们都不在了。我自然不认识韩雷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些是前世中听寒霜所说。死了吗？啊！走吧。你的战斗技巧太浅薄了。对不起，我不会战斗。
你需要吗？谢谢。这条街的丧尸怎么这么少？有人在引丧尸。唐莹莹，香香恶魔果实能力者，她能散发丧尸的气味，让自己在狮群中如同隐形。那些鬼脸不过是她排解无聊的小报喜。罗毅，鱼恶魔果实古代种诸恶形态，那柄刀叫斩锋，2块刀级别，能攒够1万积分换这把刀，说明他们手里有个不得了的王牌。罗毅力量不错，但光靠蛮力走不远。罗叔，有2个人混着丧尸潮杀过来了！什么叫混着丧尸潮杀过来？各位小心，有强者来了！是人还是怪物？这种实力若是敌人，他在怕我不是人，更怕我是人，却带着恶意。闪亮果实，钻石乔兹那种？不对，那晶体不像钻石的光泽。青龙大佬，那个视频，白色短发，他一直向西，难道是他？自我介绍一下，敖星。那边引过去的毛尸也被他解决掉了吗？罗叔就已经是最强的了，他到底是谁？罗毅，鱼恶魔果实古代种诸恶形态，末世里也算一号人物，但他真正的宝牌不是自己，是那个高台上的丫头唐婷映。香香恶魔果实能释放各种气味，迷魂香让人沉睡，合欢香蛊惑人心，而它最核心的能力是引丧尸的香味。这满街的丧尸不是自己游荡来的，是他用气味一点一点引过来的。末世里最稀缺的不是战力，是这种能改变规则的能力。罗毅有他才有资格跟神都那位叫板，可惜最后还是被吞了。但有意思的是，被吞之丫头的地位反而比罗毅更高。那位不傻，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牌，不是简单的引丧尸，他能定向吸引毛尸、僵尸、肉尸，想要什么等级的丧尸就放什么味道。那头毛尸、那些僵尸不是自己走的，是被他用气味硬生生从阵地周围调走的。这丫头的能力比我想的还要可怕。最绝的是这个，她还能散发丧尸的气味，让自己在尸群里如入无人之境。罗毅用多种障碍物围成阵地，让手下躲在后面安全猎杀低阶丧尸，积分统一分配，难怪他能攒够1万积分换斩锋。这套打法稳。这丫头的能力比罗毅的刀值钱多了，如果能把她拉过来，不着急，先看看。我叫罗毅，阁下是网传的青龙恶魔果实药能力者吗？果实强大，自身也强得离谱。说他心怀歹意，我拿什么挡？挡不住，只能赌他的人品了。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唐英英，香香恶魔果实能力者。啊，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仅知道你，还知道罗毅是鱼恶魔果实古代种诸恶形态。他怎么知道的？我们的能力都是从未出现过的新能力啊！这人到底是谁？连罗叔的能力都知道。做个交易。什么交易？用他的能力把丧尸引来，我葬丧尸打残，你们收割。送积分？不，没人是傻子，他必有所图。你们都还没有达到铜皮境，每月1级击杀丧尸，积分翻10倍，91分。这种事我和熬夜做过，但太浪费时间了。他的实力才是根本，不能为了积分拖慢他的成长。但这些人无所谓，积分还能再得，实力却只能靠自身。这些人的实力进步与否，
我不关心，正好用来实施计划，他们也不会拒绝。给您分1成是不是不太好？别想多了，我9你们1。1成？那我们岂不是打白工？第一，我能瞬间打残那些肉尸，包括僵尸，你们只需要收尾，没有任何危险，也不用慢慢搞，要更多。第二是1成，就算是毛尸得到了，一定能将其废掉。3星毛尸积分1000，你们越3阶击杀，积分翻1000倍，便是100万，1成也是10万。10万积分，那能换多少东西啊？那第3呢？第3，以我的实力拿下你们易如反掌。莫说我愿意给你们分1成，便是1成也不分，尔等又能怎样？他说的是真的，我拿什么挡？罢了。好，这就对了嘛，合则两利的事情。我又不是黑心资本家，等我先清个场。十字路口，四四方方的阵地，他们用笨办法一点一点磨丧尸，可惜效率太低，3条街的丧尸够我打1阵了。刚刚他还没用兵器，现在这个速度，这还是人吗？钢鞭在手才是全力，刚才不过是热身，现在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速战速决。罗叔，他为何能够这么强大？和平年代才是枷锁，末世便是属于他们的世界。罗叔，他也太强了，那些丧尸在他手上就如同蝼蚁，何止是强，简直是变态。寒霜，僵尸级的惊人，换算成人类，那就是2阶铁骨境。虽然身为异种阵力打折扣，但在这些人眼里已经不可逾越的高峰了。他们在风声之间谋夺积分，或者是还有那个女人也好强，罗叔都没他那么轻松。这个人身上的气味和普通人不一样，这气味不像人类，倒更像是人类和丧尸融合在一起的东西。好饿，那些东西就在那里。被人看到的话，你们看他看丧尸的眼神，好像丧尸是能补充能量的东西一样。不会吧？谁会打丧尸肉的主意啊？那么恶心！行了，莹莹，也不用太敏感，人怎么会打丧尸肉的主意呢？好吧，可能是我想多了。简直帅爆了，好吗？让你的人去吧，把这一波肉尸清理掉之后，再让唐莹莹把周围的僵尸引过来。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末世吗？那些丧尸和肉尸在他面前就变就像纸一样。小石，一定要记清楚数量，万不能贪墨哪怕1个积分。那些肉尸都是他亲手制作的，数目他一定记得清清楚楚。若是这边有人起了贪心，那不是把所有人都往火坑里推吗？你们跟我来。饿了吗？饿了就去那边吧。放心，有我在，没人敢针对你。他愿意接纳这样的我？不了，这会给您招黑的。末世里，或许他是唯一肯接纳我的人。我不能辜负了他的好意，不能让他因为我被当成怪物的同伙。我还不饿。无妨，我不在乎这个。这个世界上需要的是实力，只要我实力够强，别人就要闭嘴。可我若是实力不强，那就只能任人鱼肉。就比如曾经的你一般，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因被人逼迫变成现在这样。不，那是因为你做的太弱。他看见的不是现在的怪物，是曾经的那个我。也不知道这群人能不能搞定毛氏。对这些人的实力丝毫不抱希望，唯一有点用的也就食欲了。动物系加持，体质强不少，或许还有机会解决毛氏。若实在不行，就只能让罗毅上。只不过他已经铜皮境，解决毛氏只能拿10万积分，太亏了。68头肉尸，一共6800积分。按照约定分您6120积分，我这就转给您。对于这些人来说，1小时没有战斗就能得到680积分，简直是暴富。以前辛辛苦苦解决丧尸也得不到这么多，越阶奖励翻10倍。他们当然知道，但外面丧尸不断，就算罗毅能制住肉尸，谁敢出去动手？所以只拿1/10，他们已经满足了。继续吧，这次引僵尸，尽最大能力多引点僵尸过来。大佬，您可得快些解决啊！我们这些防御障碍，僵尸轻易就能破坏。放心。
第一个。四面街道不再有僵尸出现了，开始吧！我来！石玉是动物系猫猫果实猞猁形态，猞猁也是猛兽，战力不低。我们这一支队伍的核心便是我和石玉、唐莹莹以及另外2人，只不过拥有果实能力的只有我们3个。3人拥有恶魔果实能力，这支队伍比想象中更有价值。霸气刚觉醒，还没到同脾境。就算有猞猁果实加持，想破开僵尸的防御，还是太难了。用我这柄刀，2块刀的品质，对付僵尸没有问题。若你实在忍不住，就去我们来时的街道，那里有不少我们解决的丧尸，足够你补充能量。13头僵尸，一共13万积分，赢得9成，便是11万7千积分。2个小时，1万3千积分，这简直像做梦一样。你还行吗？没问题。怎么会？明明引出去的那头毛狮就在那个方向啊！你行不行啊？距离太远了，我的香味飘不过去。他毕竟也只是刚刚觉醒8体的普通人，战力比起那些同伴也高不到哪里去，体力更是一般，能让香味飘那么远已经不错了。毛狮既然是你引出去的，你应该知道他的位置吧？告诉我，我去把他制住后带回来。这条街走到头之后向西拐，再走到头之后往北拐，再走到头之后再往西面，大概在那个街道里。我的天，也太远了吧！不过想想自己解决毛狮的那个位置，距离这里也很远。看来他们为了防止毛狮长回来，的确费了不少功夫。你在这里等我，我去解决那头毛狮。我的天，这就是青龙的力量吗？原来它真正的形态是这样的。小心点儿！我没有营运的能力，更没有那位大人的战力。若是跑出去，一旦遇到僵尸，就是必死之局。况且这群人也需要我坐镇。不想奇迹，要制住他比直接解决更难。铁块，3片龙鳞脱落，胸口红肿，但也仅此而已。毛狮的全力攻击，此刻竟无法冲破我的防御。接下来该我了。我操，这大哥也太猛了吧！毛狮在拼命挣扎，可根本挣不开，他的力量好强。毛狮的力量与我在伯仲之间，但我拥有上一世的经验，每在他发力的间隙，用技巧破坏其力道，使之有力无处使，只能沦为我手中的猎物。被那诡异的气息侵染了，用不上力，真麻烦。反应和力量都远不如从前。
身躯重创，一臂已废，双目失明，他已经没有胜算了。脊椎重创，四肢尽碎，可以带回去了。大佬，这就打完了，我还以为会有一场旷世大战呢，结果从头到尾都是单方面压制啊！开始了，一时就能击溃一整支全副武装的军队，现在却像条死狗一样被扔在我们面前。罗叔，刀再借我用用。果真无法破开防御吗？想要越三阶解决，果然是本能的事情。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您是否愿意尝试一下？什么办法能立刻提高这么多攻击力？斩锋只是2块刀级别的武器，若是有大块刀级别的武器，也许就能破开毛师的防御。莹莹，大块刀需要10万积分，可我们哪里有10万积分可以使用？青龙大佬，若是这头毛师能被石野哥解决，您就能获得90万积分，我们也能得到10万。若您愿意先借给我们10万，用来兑换大块刀，将极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借给他们一柄大块刀，有机会获得更多。我确实有10多万积分，就算他们拿到刀依然无法解决，我也可以把刀收回，给寒霜用，或者回去给妹妹用都可以。自己实际上并不会吃亏。可以，你想用什么类型的武器？我都行，听您的。大块刀秋水10万积分，神赐会员8折，8万拿下。你慢慢砍着，继续引肉狮和僵尸。附近的丧尸已经被引完了，需要至少过1天，才会有远处的丧尸聚拢过来。不知道他还要砍多久？没丧尸了吗？等到远方的丧尸进化一波后，正好继续处理。要加入我吗？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位强者在招揽自己。我能拒绝吗？你说呢？唉，末世里强者为尊，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更好的生活，更快变强。这种承诺太虚了，我想听点实际的。不通过神赐空间，而是通过我来购买物品的话，我给你们打95折优惠。95折，一柄大块刀就能省下5000积分，那可是5000积分啊！用来凝聚人心，也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敖老大，罗毅愿向您效力。敖老大，唐莹莹愿向您效忠。敖老大，石玉愿向您效忠。你继续砍毛师，动作也太慢了。收复罗毅势力，尤其是得到唐莹莹，今后的积分获取将会更加容易。去留随意，我不强求。话虽如此，可是谁敢离开？凭借他们的实力，抱团取暖还能存活，单人离开纯粹找死，无人有异议。我让罗毅清点了一下，一共172人，其中大多都是青壮。这些人在罗毅的制约下，情绪维持的还算可以。我将寒霜留下，看着石玉等人，随后带上唐莹莹，暂时离开。你跟我走一趟。莹莹，老大要带莹莹去哪儿？你们快点把那头毛狮解决掉，我再去弄一头来。我恐高啊，大佬！你怎么单单带着我走？是要对我做什么吗？我是要答应还是要拒绝？我怀孕了要生吗？孩子叫什么名字啊？喂，下来了。大佬，为什么要带我来楼顶啊？我不会真猜对了吧？好像也反抗不了啊。利用你的能力将附近丧尸引过来，毛师和毛师以下的都要。哎，原来不是，我好丢人。楼上有他在，丧尸源源不断，我的战斗也一直未曾停止。